我们用一场比赛把精神延续下去，不分段位，只为热爱。一盘棋全等一份初心。好，各位棋迷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回来高端组的第6场比赛。好，那我们待会直播的会是陈其瑞职业8段，那跟我们的郑宇浩，他目前是职业2段。好，那我自己呢跟奇瑞的年纪是比较接近一点嘛，他是2000年出生的，那他同时也是上一届比赛就是。那奇瑞同时也是上一届无雕之杯的冠军，对。那去年的冠军一样是15万元。好，那我们郑宇浩呢，他是9岁多，10岁拿到职业证书，9岁多晋升职业。那他也是目前台湾第2位，就是最早升职业的选手之一。第1位是我们的魏豪廷，那也是9岁，不过比宇浩来得早一点。好，那9岁哦，9岁对，宇浩9岁的时候就升职业了，算是比较好像是2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3年级，对。好，那宇浩呢，就是他在台湾同样有一个劲敌，就他们2个算是互相竞争的，叫做陈应嘉。对，那应嘉的话比宇浩晚升职业1年，不过2个人年纪是一样的，对。他们目前都是就读国中1年级吧。黄伟是几岁入段？我比较晚升职业，我好像是刚好20岁，对。20我好像3年级我还在初段，他就已经职业了。对啊，宇浩算是也是很有天分的选手，不过这次宇浩的签运呢，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好，因为宇浩是4胜1败，那他现在对到的是奇瑞是5胜，对。那在围棋比赛里面会有可能上调或是下调，就是轮高轮低，对，轮高轮低。当你4胜，有可能你号码靠前，你就会对到5胜的。对。那当你如果是全胜或是胜场多一点的，你在后面的号码，你有可能会对到前面，但是少你1胜的。这我们就叫轮低。真的年纪好小哦。对，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转播的画面，宇浩就是很明显还是像小朋友。2个棋手棋风都攻击。两个选手呢，其实以行棋速度来讲都非常快，尤其是奇瑞啊。那奇瑞。就算是头衔站好了，也都下得比较快速一点。然后小朋友看起来很开心，没有紧张的感觉。好，那现在2位选手也都坐在直播桌的画面了。好，那宇浩这一次比较可惜的是，他赢了有职业选手，不过他第2盘的时候是输给一个7段的选手，是陈一峰。那第5场的时候，现在第6场。第6场。然后再轮高对到奇瑞。好，开始猜子。他们准备猜子。拿黑棋真的很习惯只拿1颗。像我自己习惯就是拿2颗。被发现了。好，那奇瑞这盘的话，他是拿黑棋，然后宇浩是白棋。像如果是比世界赛的话，其实很多选手他们都会练抓子，就是练白棋可以抓几颗这样。哇，会练这个？对，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有的人习惯会拆单或拆双单可以自己选黑白。那这个有兴趣的棋友们，大家可以回家练。就是其实抓子可以控制大概12到14颗吧。对。所以黑棋都要先藏好。对，有一些其实可能你抓子的时候，就对方已经看到你要抓1颗还是2颗了。因为现在职业赛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白棋多一点。天幕像刚刚那盘。好，那奇瑞是黑棋，白棋是宇浩。
黑棋开局行棋速度确实快。对，这一盘跟上一盘的风格是。那我拿白棋好了。好，这一盘跟上一盘的风格是截然不同。马上。而且其实奇瑞啊，在布局上面下的功夫，就算是我觉得以棋手来说算是比较多的，就是他的研究主要着重在前半盘布局的部分，对。而且他下的都是可能没有到那么复杂，但是就是绝对可能至少是50-50，绝对不会有落后的。他在台湾的职业比赛或是世界赛都是。奇瑞。那他比较可惜的时候，就是可能中后盘有一些关键的地方会比较软手一点，就是没办法抓到，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头衔战的关系，他头衔战感觉都会特别紧张一点。好，那黑棋的下一手有几种选择，那可能地角，像是地角、或是踩边。然后，甚至是可能往这边碰也是一种选择。这个是 AI 出来之后的下法。这个我有看过。那这个碰星位在以前比较少出现，对。那搬的话，黑棋就看是要搬哪一边。现在的话可能会搬这边。马上。好，他会搬哪边呢？猜这都被我们摆对了。那还好，奇瑞这盘也是没有打脸我，下的都是在。我们现在的速度是超越他们。下的时候就是这个棋，黑棋下大部分下一手应该还是会拐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拐或是跳吧，这两个。他拐了。现在可能听不到。那就等等讲了。好。这个算是一个蛮。好，这算是一个，也是 AI 的定时。连扳，然后白棋长，黑棋长，白棋扳。好，这个以前前阵子在世界赛的时候有出现过这个变化。那黑棋争掉的时候，然后白棋的下一手呢，应该很明显应该会分一个分割。那这个分也是因为如果挂角的话，被黑棋可能加攻。这个黑棋是夹带拆嘛，就是这步棋有2个作用。那尽量下棋的时候，让人家的棋子越少作用越好。那相反的，如果你的棋子很多功用啊，像是你一个棋子有3个功用啊，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分割了。分割。这一盘的猜点。对，黑棋踢掉，因为这边有个引针，黑棋就把自己下后。挂角。顶一下，爬一下，这个布局好像前阵子在世界赛中也有出现过，而且还出现不止一次吧，我记得。这个局部吗？就上边的一个白棋右上角进3-3跟这个碰过来的下法，黑棋退。然后白棋这边可以注意的是，黑棋下一手通常不会再继续2路再爬了。那如果往其他地方下的话，白棋下一步棋的这个拐柱非常的大。好，那这里黑棋可能要想一下。球。对。奇瑞拿出了一颗小黑球。好，但是其实职业选手也是人嘛，所以他们也会紧张。幸运小物。对，那每个人放松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可能有些人就拿的东西比较有安全感。那看起来是水晶球。算是他的幸运物吧。那其实我看过奇瑞拿过很多个，就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就是都是类似在手上把玩的。算是也是挺有意思的。像有一些棋手可能紧张会拿扇子，像好像蛮多的。比较有名就是周俊勋老师的话，他下棋都会有习惯带扇子。我刚刚有看到有拿在手上。对，周老师就是习惯拿扇子。像浩宏好了，浩宏这几年如果比较紧张的时候，好像也是拿着扇子。对。那奇瑞比较特别，我记得奇瑞我拿过一阵子扇子，但是拿扇子的时间非常短。可以看到留言，大家看。好，如果棋迷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在留言区来询问我们这样。好，那白棋双挂。通常这个棋 AI 来说就是都是碰，那看是碰哪一边，有碰这边跟碰这边。那围棋的格言里面有一句叫做"碰强不碰弱"，
那这2颗白棋感觉相对来说会强一点，所以可能会往这边碰。好，那基本上就3种了，碰、碰跟尖。尖这个现在已经比较少出现了。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下哪里？应该不会手拔。手拔右下角有点手拔，假设走一个的话，被白棋这样包围，黑棋还是比较辛苦一点。对，好，那棋瑞一手棋只要想超过2分钟，我觉得都算他的长考。有，从前面的速度来看，他们前面可能花不到2分钟就下了蛮多手的。上一盘下到这里应该都花了10分钟了。而且我觉得上一盘像静婷跟军辅相对来说都比较谨慎一点。棋瑞在布局，我觉得对自己还是算挺有信心的，毕竟花的时间摆在那里。刚刚是说棋瑞是攻击吗？棋瑞，我觉得他有慢慢转变，他像可能看起来手的方向在这里哦。我觉得他可能会碰另外一边。急了，这边没有他，沉思，可能有在想到底要碰哪一边。弟弟也很淡定。但像奇瑞好了，奇瑞在训练赛期的成绩，我觉得倒是挺好的。滑梯没想到下了一个比较意外的冷门，对，长文在飞他可能也是觉得这盘这个出头没有到那么重要，先把实力给巩固下来。好，我们有观众 Cindy 跟秉修好棒，有问题都可以提问哦。像奇瑞的话，他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出名，因为他有拿过在业余的时候就有拿过一个国务总理杯的儿童组的冠军，他飞去韩国有拿到一个世界冠军，世界业余赛的冠军，也是挺厉害的。那宇浩是这几年就是蛮多人都觉得，他挺有希望成为下一个许耀宏，毕竟9岁就升职业嘛，已经是相当的有天分的。而且宇浩的行棋速度也是比较快速一点。棋感很好。对，他们做题目也都是做的非常多。他跟应家2个人，甚至平常训练的时候，我就很常看到他们2个都是在2个一起互相比赛，看谁做题目的速度比较快。现在我会跟那个朋友也是在挑战闯关。其实我觉得年纪如果有2个，像奇瑞好了，奇瑞那时候的竞争对手就是现在的第1名浩宏。他们2个也都是比题目，看谁做的速度快啊。以前比较好笑的是2个还会比，可能看谁下棋速度比较快。那赖军辅嘞？赖军辅的话，军辅下棋的速度就没到那么快。不过以前浩宏跟奇瑞都下很快，那这几年浩宏才渐渐的慢了下来。对，奇瑞是一如既往的下的都是挺快的。像刚刚白棋这颗拆边要怎么取决于它的宽度？这个拆边通常我们在讲拆边要拆到多宽，就是你拆到最远可以拆到哪里，不怕它打入。像是你拆在这里，这个打入就有点害怕，这因为毕竟这个没有根据地。对，那如果你这里的话，你下一步还是可以拆过来的。保留空间。那如果你拆太窄，这个被逼过来也没那么舒服。对，所以拆边同时也是一门学问。通常我教大家记的方式都是，你拆在哪里，你可以猜最远的距离，就是你不怕它打入的距离，不怕打入。所以这个白棋猜的边距离刚好。像打入它可能就可以碰过来，这边也有一点根据地，这个就没那么危险。好，那奇瑞实战是斑年，这部斑年呢，同时把脚上的地全部就是巩固的很坚实之外，这几颗也没有，就是还没有到完全安定。好，那白棋拆边，黑棋应该就打入了。选点都很快。对，因为黑棋这盘的选点相对容易一点，是因为这个棋下到现在很明显就剩3个地方，一个这个，然后一个是底下的这个，还有打入跟打入这个，那很明显就这边比较宽一点。就相对来说布局阶段有一个就是蛮好记的，通常棋子往比较宽的地方下，一定
，80%不会错。大场跟几场？好，先起手吧。其实宇浩的这部档，我个人觉得下的有点快，可能可以多想一下。对，因为现在感觉这有点脱离战场，左边那个还是比较急迫一点。白棋要怎么应对？白棋可能会不会是说的那句不知道下哪里，所以手把？台湾格言里面有一句是不知道下哪里就手把嘛。对，确实他可能觉得如果主度的话被什么跳起来一样攻击攻不太动。可是挡在这里，这颗白棋原本的菜边感觉也不能就是放着它，到时候被黑棋吃掉。这样黑棋效率有点太高。这个角也没有一个，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次一手，就是这个角黑棋还是挺坚持的。白棋的眼神有在盯着右下角，可能是有在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手段。因为我们这边小飞常说的就跨嘛，那跨目前黑棋就冲回来，然后再把这个吃掉。那这个角利用的话也不是特别多，可能可以下成这样。可是这外面还是有2个断点，就白棋要花一手棋，感觉不是这个效率不是特别高。这个挡下太早了。我觉得可能有点太早。现在可能这边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跳。哦，刚讲完。这个调跟刚上一盘好像有些类似。也是希望黑棋就是往这附近来下一个。那如果不下的话，一样是可以碰下来。有。稳健。白棋下一步挤进来。好，那奇瑞的这种棋风，我觉得给人的压力特别大，因为第一个就是你时间的压力。如果你今天突然抬头看计时器，假设你花了40分钟，人家只花5分钟，那压力超大。对，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自己哪里下的哪里有问题？为什么对方都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回应我？这样不用想太多。但其实奇瑞都有。他也不是都没在想，他是利用你想的时候在想他要下哪里这样。这个会黏或断吗？感觉黏的话，心情来说不是太好。不舒服。对。我觉得奇瑞这边也是在想要不要反击。球又出现了。好，那奇瑞这一次在参赛前，他其实就有给自己定的目标吧，就是可能希望自己是可以卫冕这一次的无调子杯冠军。对，2连冠。对，他去年同时也是高端组的冠军嘛。去年我记得决赛的对手是我们业余7段的王启林。哦，业余的。那王启林去年也是就是战绩非常威武啊，赢了3、4个职业棋士，而且都是赢挺厉害的职业选手。那最后一盘是不敌奇瑞这样子。现在职业的考试是几岁啊？职业的话像，今年有一位选手比较特别，是我们的许玉豪。那许玉豪的话，他不是在台湾顶端，他是在大陆顶上职业棋士的。那台湾目前的职业选手的年纪上限有分2种，一种是社会组跟原生组。那原生组的话呢，就是在18岁以前，就是他们的年纪限制18岁以前，对，高中毕业以前嘛。那社会组的话，男生是20岁，女生我记得是女生原生一样是18岁，那社会组应该是24还是24？对，那像我目前就是一直就是今年女生战绩一直以来很好的卢玉华好了，她也是属于就是比较晚考上的职业选手，对，她的可能是22还是23考上的。但是我们的华姐自己也是很认真，就是可能升职业第1年，利用 AI 来就是学习，她也是拿到不错的成绩。现在有拿到台湾代表权。她最近刚拿下女子的吴清源杯的代表队，然后她现在也是就是还在比女子最强战中。今天同时就是也有海丰棋院也有举办女子最强战，
同时也是在转播女生的职业比赛。那刚刚说许育豪他是特别在哪？需要特别就是像他自己在台湾是超过20岁嘛，那台湾超过20岁就是没办法比。那台湾目前唯一一个特例就是应该是我们的詹英典，因为他拿下2次世界业余大赛的冠军。那这个算是我觉得可能连职业骑士去比都不一定有办法连拿2次，对，所以台湾后来开会是也就是觉得，这个成绩是足以让人家证明说你是有职业骑士的水平，对。所以就特地让他升职业，那不然本来我们的詹英年老师也都是跟赖佑成啊、陈彦儒这些都是在业余赛场上厮杀，就是也出来也都是要剑指冠军的。奇瑞选择断了，打了年，先把白棋弄中，那这样白棋就没办法脱先吧？白棋这个局部一定是要继续下的。那下的话，可能就是白棋这边如果吃掉黑棋，可能就是利用2下。第一个可能交吃完，然后再点一下，让白棋的形状稍微重复一点。那如果白棋顶，就是白棋这几颗，这8颗棋子只吃到1颗的效率，可能奇瑞是预言到了。希望他下的跟我讲的是差不多。那如果提掉的话，感觉是会这个棋形，白棋也不是特别舒服。可能就是这一手棋了。感觉都还在奇瑞的掌握之中，不知道会不会飞过来。第一感是飞，这也在黄伟老师的掌握之中。没有。刚好今天转播的4个人，因为宇浩年纪是真的小我比较多，也小3位刚刚职业选手小蛮多的。宇浩今年是12岁吧？那军辅、静婷跟奇瑞应该都超过20了。对，所以年纪跟我比较相仿一点，还是差了1个。方向对了。这2个的差别是有个对，这边可能多1个班。那这个就是比较威胁这6颗白棋嘛，那这个跳就相对来说，对这个打入是比较有帮助一点。现在白棋感觉2种选择，第一个就是出头，就是可能简单的继续跳，这个猜其实也算大，往这边猜个，这应该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场。有没有一种可能直接来杀他吗？但这个关其实如果要关的话，应该会往这边关。可是这个就怕只要杀不到，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攻击不到，就很容易变成单关，效率就比较差一点。这边感觉宇浩会慢下来，会想一下。自从这一手之后，开始这边不好下了。就直接选，就算下棋下太快的中盘战斗都会稍微放慢一点。哇！猜对。怡轩也猜对了。那你看奇瑞也是马上反击，就是代表他有想到这个方向。这个棋形被点在这个位置也是很常见。对，看白棋要不要就忍气吞声的粘起来。我以心情上来讲，粘起来确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只是心情上就不太好，感觉还是被便宜了。粘完可能黑棋就往那边飞了，就这个棋还是稍微防止了这个冲断。还是有个跳吗？就跳，可是跳的话，其实就是根本问题还是有个断，还在。但是就踢住的时候还是有个断。像奇瑞这种秒下，就确实会给对局者带来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点。先搬了一下，然后这个黑棋一定是必挡的。压迫感来袭，秒拍。主要你下了，对手都跟着下，好像你都在别人的掌握之中，这种感觉就不太舒服。可是问题还是没解决。先糊一下。好，那这边黑棋有几种想法。第一个就是最简单，就是敲在1路，就是这个算是一步很大的关，因为被白棋搬进来是先手。可是如果当黑棋叫吃的时候，白棋可能就会不一定这个会粘的，他可能就会来杀了你。
所以往外走了。对黑棋还是选择比较简明的，就逃跑这一块。蛮轻飘飘的。这块黑棋不求富贵啊，只求做2只眼，应该不要被攻得太惨就可以。这边还有一点点接应。而且隔壁我们职业选手如果再做活1块棋，只要不要有2块落棋啊，单纯处理1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就怕你是2条落棋，然后被人家双击，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一点。这盘黑棋都蛮坚固的，就只有这一块了。我感觉这盘棋的步调还是在奇瑞的喜欢的状况下，速度跟棋局的，就是棋子分散的来讲，应该奇瑞是蛮喜欢这个黑棋。搬了一下，搬黑棋力。好，那跳。这边不知道会往这边拆，还是就直接打入。打入不知道是打入在这，还是有感觉2个都有机会，或是你们可能往这边出来。出来的话就是，还以为要从这边，没有吧？应该只是捡东西。我手上脏脏的拨了一下，可能有血吧。好，那可能往这边出来的话，就是瞄准的这个打入跟这个比。感觉比较像是这块，因为这边白棋自己现在也不会去补一手，不太可能这边补。对，如果自己补的话，效率就比较差。奇瑞难得也慢得下来，不过这边出头也有点难，不知道到底是要飞还是用尖的。就是你飞的话，虽然快一点，可是就有一个断点，虽然是暂时不危险的，不过这个就是欠债。那尖的是慢一点，不过就是没有什么，以后就没有什么弱点，所以这个下棋就有好有坏。你有时候步调越快，你的棋形就稍微薄一点；那你步调越慢呢，虽然效率差一点，可是就是没什么后患。那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棋风的选择会不一样。像怡轩，你是不是下棋都会比较结实一点？哦，不会，不会。你会发现我会很想去攻人家，就是喜欢攻杀。好像有说女生下棋10个有9个在杀棋。哦，对，女生的棋风通常比男生来的凶悍一点。对，感觉比较有趣。之前学了很多才艺，会选围棋，就会觉得还蛮自由的，想下哪就下哪。对啊，其实以选手来说，业余选手来说，就是下棋的话，快乐。对，想怎么下就怎么下。这叫快乐围棋。不过有时候职业选手没办法下的那么奔放，是因为棋谱会给业余棋，就是会给一些学生啊，或是棋友们参考。有人说那个要进步，就是把那个网络线上账号说出来，给别人。这也是一种方式，因为毕竟你跟人家讲完账号，你也不能随便乱下，就会下得比较谨慎一点。这步飞的意思应该是希望白棋把它传断，就是希望白棋下几个单关。那除了可以先手挡之外呢，白棋第一个白棋那块棋没有明确做活，而且同时也是加强这块黑棋的落棋。然后这步飞同时也有围到一点地，就这步棋也算是蛮多作用的。可能奇瑞也觉得这步拆不是那么急迫，就这个拆他可能跟那个打入就当简。这边有可能白棋要补吗？白棋如果自己只是简单的自己补在这种地方，可能效率来说都不是太满意。而且补其实很尴尬的是，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一次补完2边。像你补在这以后，当这边出来的时候，这边还是有打入。你补在这里的话，这个点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办法尽吃黑棋。就这颗棋子，这个尖很明显自己白棋也有断点。那如果贴住的话，被顶过来就回去了。那有没有可能攻完角落，然后我直接一手棋把这边围起？你说这样？嘿嘿，攻击跳起来，攻击，然后等下再直接把这边围起来。这个跳也是就是加强自己嘛，然后顺便把这个打入给补掉。再猜，先跳出来。好，这个跳出来，我觉得感觉都好像都在奇瑞的掌握之中。这步跳就是这个点越来越明显嘛。然后这步棋，白棋不围的话，黑棋可能下一步就是先手便宜，把它压扁一点。那如果白棋跟着围，他可能就借用2下来攻击中间。
感觉现在是黑棋的选择比较多，白棋有点被动。感觉有点陷入奇瑞的步调。白棋不太好走。奇瑞的棋风就其实不花俏，就跟我们打篮球一样，他没有什么胯下运球、转身啊，他都是花式，很朴实。那往往这种很朴实，给人家压力更大。之前在像那个配对赛，我的队友就跟我说啊，该走哪下哪，不要乱想一些奇怪的想法。下头，应该我觉得会很快的就搬吗？这拖应该就2种选择，不是吃掉就是搬里面。那现在应该是会选择搬里面的。不过班里面有个缺点，班里面的话，可能白棋就想用这个把它补掉，他可能想要顶着跳把这个点给补掉，所以棋约这边没有。有想法。这个补掉感觉黑棋不是特别满意。他吃掉了。对，有想法。那吃完应该是会往里面爬。好，那这个打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应该会打吧。还是单场，这就2种。然后打打完班，好，有点像是走了一些整形。我感觉如果只是简单这样，想整顿这边都弱点嘛。白棋应该就是想把这个点给补掉啊，那同时在这边留下一点味道，因为。虽然黑棋把这颗吃掉了，不过下一步是可以利用这个先手给冲下来的，就这边是可以冲下来的。虽然黑棋还是可以搬回家，不过这个先手也是很大的一步棋。不知道棋瑞下一步会下哪，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能没有这个。那有没有机会往那边跳，或是往那边飞？想攻击这一块，然后等下再下来。这也是一种想法。可是如果你是往这边攻的话，你中间这边不知道可以围到多少。黑棋现在全盘最大还是有个大场，就是这个嘛，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大场。对，但是黑棋当然是希望可能外面再便宜一点，还用跳的。就蛮规规矩矩。很安分的一步棋。可是下一步也很明显，就是这个跳下来。黑棋都很坚固，不是跳就是飞。这一盘感觉下一步有可能来狙击嘛？狙击一下这块白棋，把它关起来。呵，断。哇，这断完，我看看。怡轩老师好了，这边黑棋如果假设白棋落后手做活好了，我们假设就这样。那黑棋这边你会想要下哪里？看看哦，这边安定了哈。对，就当双方都是做活的情况下好了。上边想打入。对，第一杆确实也是打入。那如果白棋主度的话，黑棋就可以往上走。对，就往上尖。往这尖。这个白棋感觉就被分开来了。那如果只是简单的回家，被黑棋捡回去，这一手棋也是黑棋非常满意的一步棋。所以棋约断掉的目的应该是准备着瞄准着下一步这个打入。原来在布局了。对，还有在做瞄准这个打入的一个动作。因为这下一步如果白棋不做活被飞过来，这根据地是很明显不够的。对，所以白棋本手应该也是要做活，只是看局部怎么活。这2个选手的状态感觉比上一盘的都相对轻松。对，我觉得两个也都比较放松嘛。对。宇浩是因为已经输一盘了，对。那棋约这一盘如果是顺利赢下来，那就会跟另外一位全胜比第7局。他就不是建议了。我是蛮想打入的了。我也很想打入。尖冲，我也有想到这个。尖冲，白棋应该局部要下，应该是椰子只能贴，然后再长进来。
白棋好像也是没有那么好印，因为这边有瞄准的这个断点嘛。那这边黑棋的连接不会？这边应该连接就这2颗是可以看清的啊，可以弃子。就他可能可以那2颗可以不要，主要还是黑棋把这个破掉了，还是可以接受。这边也还有1颗。对。那下棋这种棋啊，很多时候其实你要怎么样判断你这一步是不是好棋呢？你有时候看对手的脸你就知道。看脸，好观察一下。当你让对手好像比较挣扎，不知道怎么印的时候，很不舒服，印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这步应该就是好棋。哦。对。看起来状态都很轻松。好，跟我们摆的差不多。不过像之前我们的浩宏接受访问的时候，好像就有提到，他会故意演戏给对手看，他会故意好像自己局势是很不好的，然后在趁对手放松的时候给人家一击必杀。哦，坏棋，然后结果其实是预谋。他可能就会就是觉得自己局面好像不好，让对手也察觉到你不好，就不会算那么多。我们看一下，那是什么？对，小幸运是吗？好看，好可爱哦！天哪，那个不知道谁签的名字。啊，有一个小表情，好可爱啊！啊，想切断吗？哦，断了。好勇猛哦！哇，这个棋感觉白棋如果没办法把这颗黑棋吃掉，局面有点危险哦。哦，我感觉于浩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段。哦。这段我们简单看一下好了，如果白棋第一个叫吃，再跳，那这时候黑棋这个挡是先手嘛？挡完一间，白棋好像全部被分开来了。感觉白棋气很少，我刚刚想说白棋可不可以用风的？好，那如果用飞的，这边一样就立下来。那这个棋跳的话，怕这边气紧。跳的话直接冲过来，好像白棋是不是很乐观？好，开始有紧张的感觉了，抓头，有紧张的感觉。我感觉白棋要烦恼。我感觉于浩棋威现在应该是去洗手间。我感觉棋威这盘的状态一直都蛮轻松的。状态满满。对，你看不好下对手。其实他是飞了吗？还没。然后我们如果只是简单这样争掉，这个争子是不利的嘛，没办法继续争。那下成这样的这个断点的破绽就很明显，这2个断点应该是 A、B 结合了。那这样白棋也是挺头疼的，不知道怎么办。哇，我们刚刚看到于浩也在挠头了。对啊，第2次挠头，好像也不太行。对，这个跳的话，看起来气好紧，好像也是冲嘛。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有点强撑。对，这个被打吃，首先这个鱼形就很难接受了，然后再被冲过来，哇，感觉于浩还是被棋威拿捏的死死的。那如果我看，如果说黑棋长，这个跳得动吗？跳不动。跳的话就冲过来。那白棋如果想要把它分开，就自己还是2个断点嘛。很难下。对，真的好像有点突然，一时之间马上局面就有点危险。不知道下哪的时候手不能手把这个被吃掉太大了。完蛋，不知道下哪里了。对。感觉这棋威这个尖冲也是我觉得他可能有料想到对方不会往那边下，就是对方可能没注意到这个段。这时候很想开 AI。对，这时候有时候很想知道 AI 下哪里。有时候我们现在职业选手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开 AI，打开看一下 AI 老师怎么说要怎么下。对啊，其实现在职业选手大部分也都是跟着 AI 来做训练学习。尤其是在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很简单就打开 AI。以前呢，可能你问资深的职业棋手，然后他讲的你觉得怪怪的，但是因为他实在战绩好，所以你好，是。那现在呢，
可以开 AI，哪怕你拿5个世界冠军、10个世界冠军，他讲的你只要怀疑他，你就把手机打开来，你就会知道他讲的。看有没有在蓝点上，你就会知道他讲的对不对？那如果他讲的这步棋降了30%，你就可以很大声告诉他说，你这个步棋降了30% 的胜率。对。还是有可能往这边走。感觉也很不像哦，对，这个只要被一立下来，感觉白棋的都不对了。找不到想法。哇，弟弟烦恼了。对。哦，我现在奇瑞看小卡片。我现在看到那个奇瑞那张幸运的卡片，应该是外面是一个女明星的照片。刚好有掀过来。一个幸运小物吧。挺好，挺好，有自己的小东西。对啊。而且这种幸运小物就有点像是安定自己的力量嘛。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挺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小力量。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啊，欺负小朋友。有一个留言，杰哥说欺负小朋友。奇瑞其实因为他们2个都是在海丰棋院训练嘛，那奇瑞自己本身也是蛮照顾宇浩的啦，我觉得。因为毕竟可能觉得宇浩年纪那么小，然后也对他有一些期许吧，所以我有时候去反而都还可以看到他跟他下快棋，或是看他在做题目。比赛不可以那个对，但放水。是职业棋手比赛就是很现实因为毕竟是竞技运动嘛，所以不是赢就是输，就哪怕平常对他再好，但比赛就是该下哪要下哪，该赢还是要赢。对。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年纪专注力已经算很高了。以这个年纪就可以升上职业，绝对有一些过人之处。而且以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他们进步的速度都非常快，没什么外物要分，就是没有什么外在因素会被影响。现在小朋友才艺课超多我看那些小朋友的行程超满。对啊，对。但是如果是以职业选手来说的话，他们的才艺类就没到那么多，可能就是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专注下棋这样。这边应该已经陷入了5分钟的长考。对，我就感觉宇浩应该没注意到这个段有点犀利。好，再来想想，我要下什么？主要白棋中间那6颗好像也没有完全处理好嘛，还是有一点欠。就是这边黑棋这个贴这附近应该都有个先手，所以白棋这边也没办法轻易的乱动。而且这边局部可能一间就回去了。哇，那这样看起来，哇，真的找不到什么悬点。白棋现在，哇，宇浩陷入一个大长考。还是弃子战术，应该不可以。弃子只能这样。弃子战术，这样会不会？但这样弃子好像这4颗应该算我们的棋精啊，就是跟手筋脚筋一样，你只要筋没了，感觉呱呱都不是很乐观。就这4颗还是太大了，而且还跟后保有一点关系。杰哥，女生是谁啊？我是蔡宜轩，兔宝老师，你好。杰哥，如果看到有什么问题想问，以后可以直接留言询问。像我自己知道的话，宇浩啦，他自己本身以这个年纪来讲，他非常喜欢棒球现在很多人喜欢。对，然后他自己，但是我印象中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比较爱玩类似平板或是电脑游戏多一点。但宇浩喜欢的竟然是棒球，我也蛮意外的。我之前有看过一场棒球，但是觉得那个灯好小，在那跑来跑去。因为可能是坐比较高或是比较远嘛，所以往下看都非常小。然后像我知道，就是宇浩在海丰棋院，就是可能如果是奖励，因为他在新锐队嘛，成绩不错有奖励的话，老师是会带他去看棒球的。好棒啊！对，所以好好的老师，这也是对他来说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是快乐围棋，所以我升上初段很开心，之后就开始卡关，然后后来升上2段。老师看我卡关很久，就说如果我这周比赛能升段，就给我一只大娃娃。然后我就冠军升2段。
对，确实有动力还是有有时候小朋友给他们一点动力，他们可以发挥出无限的可能。对呀、哦，戴上眼镜。哇，看他觉得这么久，有点好奇他下什么。对，我觉得他现在还是找不到办法。好，12年没有比赛了，现在的比赛跟以前会差很多吗？现在的比赛，我觉得跟以前比起来，我觉得步调再更快一点。嗯，主要有各式原因的影响吧，像是第一个可能人比较多，那你人比较多，你的比赛场次就要比较多。啊，现在比赛好像蛮多吧？如果你可能超过100个好了，你就要比到6场。啊，那对，可能还要加赛，那加赛就7场。那第一个你时间不是这么好控制，然后像台湾的比赛大部分都是办在体育馆。那我们这一场比赛无调之杯其实办得很特别，它是办在典华饭店，啊，很大，而且就是我觉得比赛环境也很舒服吧。然后整体来说都会比体育馆来的好一些。那像台北市要比赛的目前的地方，大安国中很常办比赛。大安国中对，大安国中很常办比赛，大场可是最近有一个问题是，大安国中好像在盖新的校区啊，对，所以也在施工。哇啊，下弃子战术，果然猜到，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么下，果然真的只能弃子哇，最简明，那这4颗被吃掉，我觉得问题有点严重。猜到了。感觉7月会稳健，就是把这个吃一个，因为毕竟吃到这好像不用补。对啊，那个黑白的怎么吃，那边应该都吃不太到。这个再度速度的压制，我猜对了。快速。啊，对，我觉得7月现在应该是想打稳了，就是安稳的运转。不过这个课题也是我觉得职业选手一定要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你要如何把优势转换成胜势吧。这个其实有些困难。像我以前业余的时候，我也很常在很好的骑，结果就是想要赢得更多，更追求啊，有看过就翻船，大骚，对，就翻船了。然后后面就会很懊恼啊，好下可以赢的。对啊，或者你就退让一点，你下的安全一点，其实就赢。对，那白棋夹、黑棋夹这个也是手筋。黑棋如果印在别的地方呢，白棋可能这边这个味道，假设退回来再夹好了。第一个白棋可以较吃，或者以后都还有这个夹的手段，所以这个单夹是一个局部比较好的下法。我感觉现在目数上，毕竟这4颗被我看一下，这个角大概18，30，白棋大概50多一点，可能54。这目数很扎实。黑棋应该有10目多的哇，优势。这个白棋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追了。对，空间很窄。跟棋位下最累的就是，因为它的棋形其实都很坚固嘛，那不是跳就是飞，都很稳健。那你一旦有一个局部突然失误了，它就不会给你太大的机会。棋位最怕的类型，我感觉是比较像是军服的类型啊，老乱。对，就比较乱一点，就局面越走越乱。那但是棋位其实也不是怕计算，他计算也是非常强，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细心程度没那么细心，比较容易出现可能看错啊，就是这种情况发生。但他的计算绝对在台湾也是数1数2的，对。哦，都在庙比赛哦，在庙比赛，台中嘛，台中有那个观音杯，之前对有观音杯，然后还有像是有还会送肥皂跟毛巾。我小时候去比观音杯，我也印象蛮深的，因为我记得食堂他们是煮一大锅饭啊，对，而且蛮好吃的。哦，然后没有报名费啊，然后很久以前，现在是野湖，以前是骑乘，对，那时候骑乘的3、5朋友，就是大家都不认识，但是会聚在一起下棋，就是在观音杯刚好在中间聚在一起。因为观音杯很特别，是还有提供住宿啊，对，可以住在庙里的那个类似香客房，对，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比完赛没被淘汰的就会住在那边，然后一起聊天，有得吃有得住，还有礼物拿，还不用报名费，还有冷气吹。然后像是我以前在台南比赛，还有在孔庙旁边，对，比俊杰杯，对，然后台湾以前，但是后来比较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天气越来越热。紫云岩，紫云岩对，
是观音就是清水观音杯是在自营烟比，对，清水观音杯，哎，是跟我刚刚讲是一样的。对，是一样的比赛，它只是那个庙的名称叫做自营烟。香客大楼，对对对，好怀念，那是小时候去比的。对，现在好像还有。因为以前好像是在台北比赛，然后那时候爸爸妈妈就觉得，哎，不然去跨县市比赛玩好了，就是去桃园、台中。哎，像怡轩老师也是到处去比赛吗？哦，我也到处跑。我小时候每周都去比赛。那跟我一样。我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爸都会，因为如果去比的比较远，像是去花东、台东、花莲呢，我们家都是开车比较多，所以我爸都3、4点就起来开车。然后那时候那时候是比6、7段吧。比6、7段我只要一输，我爸的脸就垮下来了。他不会骂我，因为他是说，哎，陪你一整天，不是陪我一整天，早上凌晨3点开出来，结果你10点就输了，然后10点就输了，他就觉得，那这趟好像不是这么划算，怎么10点一来就输了？然后其实家长要陪赛也都很辛苦嘛，就要陪一整天。所以当我第一盘输了，他就说好，那你自己在会场好好比，我们去逛街。哦，对，现在家长很厉害，还会带地垫啊，就是野餐垫、这也是桌椅，我们小时候也会有。这也是围棋比赛中很妙的一部分。就是家长的配备很齐全，都很像去露营一样。我感觉可以下棋吗？我在野湖啊，那我很久没下19路了。中部地区的大型比赛几乎都在紫云岩，那是最大比赛啊。中部最大，台中最大应该就是观音杯。台中比赛是不是很少？台中比较少。那比较多的还是可能在双北，然后桃园，然后还有南部吧。高雄好像一个月2场差不多了。好，我感觉你看7月都走得特别稳，就是把地都捞完了，完全不给机会。对，就该挡都挡。我感觉刚刚这一步贴还是有点问题，可能还是应该粘起来。这个被爬回家，好像找不太到翻盘的机会。找不太到，都扎扎实实的，没有地方可以啊。那如果这时候给那个豆腐，赖军辅，还要换手，好像也没有点可以选。军辅战斗力强归强，但是你要给他舞台发挥。这边战斗，现在好像没有舞台。这边可以战斗。这个白棋确实比较难办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的还是这个段，应该没注意到。但职业选手就是这样，就是你一旦有失误被人家抓住，很多时候就是这盘棋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也是职业比较残酷的地方。看来要挣扎到最后吗？而且升职业有一个情况，就是在业余的时候，大家好像都觉得自己还不错啊。对，就是升上职业发现路很深。你升上职业你就发现，就是可能他觉得自己天分不错啊，然后成绩也还可以。你升上职业你就会发现，没有所有人的都是天才啊。对。职业选手啊，刚刚说到那个许悦好啦，后来升职业，是说他年纪超过了，然后在大陆定段。大陆的年纪好像比较宽一点，跟台湾比起来是比较宽的。那像日本的话，可能要晋升职业，就好像要去关西的样子。第2张小卡，它是2张哦。他今天有1颗水晶球，2张幸运小卡。这2张卡我一直以为刚刚只有1张，我一直以为是连在一起的。结果好像是2张不一样的。对，2张不一样。弟弟会被分心吗？看起来没有。没有，这应该7月不是盘外之后。我知道，对。所以他专注力相当高，还在努力，没有放弃。这有一些棋友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给弟弟看那个明星卡片？没有啊，那只是像如果有时候紧张，有的每个人紧张的习惯会不一样。像可能7月紧张的话，手就停不下来。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很习惯紧张会摇手，然后他妈妈就给他一个东西在手上，他就会开始玩那个对，比较不会紧张。摇手就很多棋手的习惯，紧张的时候会这样。应该是一般人紧张好像都会。
下意识。像有一些世界棋手，柯洁好了，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他劣势的时候他就一直卷头发，然后用食指一直卷头发，对，他可以卷出麻花辫了。有一些棋手如果落后的时候可能会一直摇头。哦，刚刚弟弟是有抓头啦。我感觉不知道会不会往这边顶，把这个补好。哦，他先搬一下。好，先搬。这是先手啊，就虎。啊，这个地方是这个比较常见，可能是用粘。那虎就是反正这块都我家嘛，那我以后可以威胁你的就是这个搬。如果白棋退让，如果你用粘的话，这个白棋就可以叫吃，然后再粘。那你这个呢，虎在这，虽然也可以叫吃，不过就跟打劫有点关系了。那黑棋虽然打输自己也会很惨，就是这打输自己家也是就是破了一个洞，可是你毕竟可以给对手一点压力。哦，所以这手棋是施压。对，这手棋跟粘的效果是差不多，不过如果白棋后来会选择退让的话，就便宜了。还是有让人家比较害怕一点。哦，搬。啊，看起来很像在收官。我感觉棋瑞就是还是老神在在。真的。可能现在已经局面有点拉开，主要是我们另外一边的全胜一样，就是来自高雄的蔡云哲，目前是全胜。那对上现在全胜。对，对上我们刚刚上一盘转播的简静婷，两位都是高雄来的，静婷是从屏东来的。那静婷小学6年级吧，就自己一个人从屏东北漂上来台北。哦，好像很多南部棋手会到北部来。毕竟以围棋来说，资源比较多。哦，这个前面搬过。哦，对，这个没摆到。嘿，围棋比较多的资源还是在台北会比较多。像院生好了，院生跟各式的比赛，台北还是占多数。那院生也都是在台北。所以很多棋手如果真的想要升职业，甚至有的就会从南部搬家上来台北。什么台湾棋院啊，海丰棋院，然后都在台北。我们看一下。哦，有去比赛吗？哇，说到现在的比赛啊，好像好啊，上个6月有去比赛。通常比赛有时候会去比一些女子杯，女子杯或是配对赛。配对赛不知道什么时候。像怡轩老师可能上一次比赛应该是配对赛跟女子赛吧。通常，但是我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去比赛也会去陪赛，不然单纯看啊，就刚刚说的跟家长一样，有点累，所以就会顺便去比赛。然后就会感觉你在下棋的时候，旁边有小朋友在那边很想看你下棋，但又怕吵到你，也挺好。有人说为了下棋会从中北部飘到台北。对，台北好像1周就有2、3个比赛吧。台北的比赛选择是真的比较多。而且什么不管是考证照，好像也是北部居多。对，考什么裁判证、教练证，桃园、台北。棋约这边有些动摇了，我觉得他在想到底要不要反击，或者就是简单的把这4颗吃干净。那如果反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冲这个我本身也不知道白棋要怎么应。挡的话，他可能就再冲一下，然后利用这个先手把这个断掉。那这个白棋感觉还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觉得棋瑞可能想走稳，他也不一定会作战。这就是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你要怎么样在退让一点点的情况下，可以把这盘棋安全的运转完，这也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对。不过我觉得冲是一定会冲，我觉得应该会冲。冲，看他要不要挡，还是下哪里？这下不冲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直接被人家冲死。那这一颗基本上连不起来，这2颗还是有点大。或者他就直接贴这个，我自己应该是会冲。我们来看一下棋瑞会怎么选择。现在算是棋瑞的长考时间。毕竟他想要安稳的把这盘棋赢下来。好，那刚刚有提到，好像棋瑞也是怡轩老师你的学弟对不对？南山。
对，他们2个都是在南山中学。应该是说旗届小啊。对，然后其实我们下到职业或是下到6、7段，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我们学长学弟。对学长学弟或是一路上一起比赛过来的人。像我跟奇瑞，我跟奇瑞算是认识的更久。我跟奇瑞是我小学5年级。啊，好久哦。他4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可能更早，对，10几年。而且我还跟他同一间国小，我们2个还一起比团体赛。我是记得他以前打羽，是国中，打羽球很强。对，他现在打羽球还是挺厉害的。他的运动休闲就是也是最喜欢羽球。那我发现很多棋友很喜欢打羽球，还有桌球。对，这2个。羽球跟桌球这2个会比较多一点。我跟齐越2个人真的认识太久，以前下棋的时候不好的习惯还会比看谁下的比较快，每次还是他赢比较多。你们会用计时器吗？以前会，但是那个都是有点太，那个都是可能15年前的。有玩过什么3秒1次、5秒1次？肯定有。看一下，除了比赛，还有主要是院生训练。以前院生是几人一组？12人。以前院生12个啊，对。讲到院生，每月要下11盘。每月11盘倒还好，都是每周都要1个月吧，从院生会从每年的11月还是12月开始，然后一路比到6月，7月是职业选拔。那你比到6月的话，就是基本上你的6日1个月就只有1周可以在家里休息。对啦，最近刚过嘛，选拔刚过。那在家里休息，你也不会闲着，你也是去比业余比赛。所以通常小朋友一旦选择院生的培训呢，就是你可以预料到，就是自己的6日基本上充满着围棋。院生之前好像是中间都在下棋，然后那个棋盘是可以这样转出来的。那个旁边是转出来的。那个棋桌现在已经算是老古董。对啊，好像只有在一个地方会看到，台湾已经很少没有。印昌棋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点。如果职业你要比到这种棋盘，除了在印昌棋比赛，好像是只有印昌棋。那中国也有印昌棋的比赛，这2个地方才有这种棋中，不然现在这个棋中也就是比较少见一点。然后以前都觉得院生是怪物门区的地方，都是高手。不过现在院生没有这种棋盘。然后什么2楼是职业棋手上去的吗？是吗？因为现在院生的训练地方改地方了，就是本来是在古亭的台湾棋院，那现在都是改在海丰棋院嘛。那我小时候呢，我记得那个院生一开始他是3楼跟4楼。对，3、4楼。你当院生的时候只能在3楼，那他那边会有一个楼梯是可以直接走到4楼的。他都说不可以上去。对，因为那是职业老师上去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旁边就会写着更上1层楼，就是对。然后我小时候的目标就是很想要走上去。那当我升职业的时候，就是后来棋院3、4楼有改到8楼去，有这么高？对，就改到8楼，所以就没有走上去了。所以没有上去看过？我有上去看过，但是。因为4楼是职业选手比赛的地方，但我没有上去比赛过。我是有偷偷看过。我有走上去过可能帮老师拿东西。我是偷偷走上去，实力不到。可是我也忘记为什么我会在院生，因为我不是院生。然后好像是旁边会有一个小教室，然后都会在那边上课。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那边。可能是不是怡轩老师去找哥哥吗？对，因为不是，我会在那边上课，我还跟黄世仁下棋。刚怡轩老师讲出来的也是一位职业选手。对，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有这段记忆？然后我跟很多人说，台湾棋院以前有养乐多，都没有人。有吧？有很久很久以前。终于找到了。我讲了超多人，然后他们都说没有那种养乐多，就会有一个小冰箱，然后会有一个养乐多可以买，好像1瓶10块。好，那棋约最后是选择稳定的，我就是比较稳健的把它吃掉。好，那现在唯一要担心的应该就是中间这边这一块棋有个蛙嘛。我们常说就是小飞怕跨，那跳怕蛙。那这个蛙目前看起来就是棋约应该是这边可以跑回家，暂时是不担心的。他应该不会想往这边走。本身黑棋可能就往中间这边飞一飞。那这边应该就是我们宇浩想要最后翻盘的，应该就只能靠这里看有没有办法弄出一些东西来。不过像我刚刚讲的，职业棋手其实不怕的就是只有单纯逃跑一块棋，这个是职业选手比较不怕的一件事。
现在好像也就走一块。对啊，感觉是不是只能挖？你不管你下哪，好像它都会补回来了。哦，嗯，旁边有人。旁边应该是我们的裁判长陈昌炎老师。弟弟没有被影响，很专注。好，下一步会粘吗？哦，现在到了。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粘、感觉会粘吗？粘哪一边？应该粘左边比较好一点。如果要粘的话，可能也不粘，就两种，一种是粘的手把，粘的可能飞在这里。那白棋最后如果只吃到这一颗，感觉就是也是不太够。那如果说围中间好像也围中间好像也不是到特别好围，因为这边围手这边还是有点漏洞。企鹅现在有点在想，要不要先把这点掉的样子。点的意思就是说白棋不能断嘛，白棋断那边有个交吃，就把这颗吃掉了。那粘在这里的话，这个粘就更大了，所以白棋基本上可能只能粘在这。如果点的话，哦，可是如果是以我啊，我点起来会觉得其实没有差很多，还是因为实力不到，总感觉点起来。还有贴吗？还是黑棋好一点，但是就好很中间这边可能要下好一点，就是黑棋不能再不退太多，能再失不能再退太多，对。再退让可能就越来越接近了，然后感觉有点接近，因为刚刚有说下棋都在打打杀杀，然后要么就是你死我活，很少进入关子。来，这个搬白棋应该下一手，我觉得应该会搬。搬的话，黑棋应该支持一手。好，残酷2选1，粘跟退跟搬。我看一下，退跟搬吗？感觉会选一个。现在安稳。退的话，白棋冲，继续走。可能也不一定不行，但我觉得齐瑞应该会选择搬连搬比较简明。因为没有可能单粘粘了圆粘的话，应该白棋会藏出来，就是白棋不会乖乖的补在这里，白棋应该会藏出来作战。那如果你连扳的话，就比较简单。如果你断了长，这个一吃，虽然这边死掉了，可是这个白棋也没有好，白棋局部被一剪就断开了。这不会死太大吗？但是这边黑棋虽然死了，白棋这边也死。所以以交换来说，感觉黑的应该大一点点。对，就我们看的话，应该是这边可能15目多一点，可能20目好了。这边其实光10子就不止20，所以这个连扳应该更简明一点了。也可以，但退这个也不见得不行，因为黑棋形状还是比白棋来的好一点。好，这边余浩又慢下来了。奇瑞还是轻松状态。感觉时控也是奇瑞明显还是多一点。要弱智。搬。搬。还有连扳。应该就下的会简明。但这个白棋现在好像不能断的长，就只能把这颗吃掉了。因为这个不吃，只要一旦被黑棋马上粘起来，这个棋白棋只能单关连接了，所以应该会断一下。然后断的话就只能粘。感觉我们来看一下实地好了。这个就算12、16，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一点棋，这边你看冲了挖，或是单跳那个白，就是用跳。对，这边白棋其实也没办法全部围起来。
哦，然后用夹的。他打这边的，打这边感觉不太行。打这边的话，我比较好奇白棋的下一手。哦。现在双方时间应该都还蛮长的，还蛮充裕的。因为我们12点半开赛嘛。我感觉宇浩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失误。现在这一块棋很明显哦，局部的话靠这个先手一做眼是活的，这是一个类似刀舞的形状嘛。那黑棋现在接下来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他只要把中间做活了，白棋好像就危险。而且白棋要杀黑棋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就是外面自己要够坚固强壮。那这块白棋很明显气好像有点少。稳健这个如果教吃的话，我猜棋月是怕人家就直接从没有直接从那边教吃出来。那对这一条这个黑棋好像不太能死，所以黑棋就选择简明的做活。那白棋基本上这个一定要走，因为如果不走被教吃过来，这个气应该白棋很容易就爆了。气太紧了，对，所以白棋长一个。看起来眼位少一个，然后再来一个，再做一个眼睛。搭个小房间。这边哪一边呢？通常我们在做眼睛的时候，虎口是一个很很好用的招式。虎口，双虎口。现在黑棋就是摆出2只眼，感觉白棋应该就不太行。而且其实本身好像这里是不是白棋没有金火？他是不是先选择双虎口了。切断。短这边刚刚犹豫了一下。会粘吗？我猜会把这几可能会先还是会粘。断没有用。是不是觉得这个小？不过这个体调还跟这边跨段有点关系，可能还是会粘。可能在细算这边嘛，确认死活。他把它挤掉了。保守。对，好了。先提再说。这是先手。那黑棋粘起来，那白棋还是要回来中间补棋啊。很多眼睛。不过这个棋回来这里好了，这个棋好像黑棋尖，白棋如果要做活这个，就势必得靠这个先手嘛。对，那靠这个先手，你下一步再下来这里才有活。那当你靠这个先手的时候，好像这边黑棋就有一点先手可以破你。靠下来。这个棋形是用靠的。那以后的目的应该就是想把这个白棋给割掉，把这2颗黑棋给切断了。因为我吃的话，就夹在这里，就强行把它切断。对，那如果只是退回来被宇浩一退，那一颗好像就死掉了。我们来看他选择退。冲。应该就挡了。挡的话，这时候被一冲就回家了。没看到，冲哪一个？冲这个。冲这个。好，所以宇浩这个冲这个就回家，所以宇浩只能这样。那我觉得棋月这边应该也有看到这棋好像可以打了打，应该会变成一个大劫。他们是第6盘嘛？对，这是第6场。那下一场，如果是奇瑞获胜的话，他就会跟另外一位就是2个全胜的对决。最后一盘。那赢的话当然是冠军嘛，那输的话不一定是亚军。围棋比赛有个比赛的算法就是算辅分，
对，那输的话是不一定是亚军。哇，那这个奖金差距会很大哎。对那个奖金，奖金第一名是15万嘛，那第二名是5万，对。第三名好像2万吗？啊，2万。我印象中应该是2万。然后我记得他奖金有搬到蛮后面的。然后黑棋找了本身解。嗯。啊，我感觉如果宇浩这个棋应该不太提掉了。奖金有颁发到第8名啊，第16名。嗯，第16名。对，有搬到16名，16名可以拿到奖金。哦，这边变成一个交换，那宇浩提掉了这3颗，如果一旦死掉，当然就是白棋只能靠杀中间来获胜。嗯。那齐威现在也是想到底要不要提掉。这边我觉得感觉是杀不掉。我很想提，他那个手已经蠢蠢欲动了。这个题价值感觉至少20多目。那当然，第2次伸手，这个就只有怕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个题，那下一步就只能点进来吧，这也没什么好讲的。然后秒点。我在猜齐瑞可能就是弄这2个先手，他应该会粘起来。嗯。好，那这边就单行道了。然后建了一个。建了一个，他这个没有先粘。哦。计算很快。对，齐瑞的计算应该也是在台湾也是数1数2的。好，那这个煎完应该就是只能靠这个打劫了。好，我感觉应该马上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了。对，这边应该是最后的战，应该是冲在这。最后的作战。好，那这个比气黑棋1、2、3、4、5、6、7口气，那白棋好像怎么数都不会有7口。一个斗笠式。对，斗笠式是5口气了，但是这个是假的斗笠式，这个如果是连起来才算斗笠式，这个没有全部连起来，这个断下去就只剩2期。好，投降的样子。啊，可惜了。对，我们的宇浩这盘棋感觉就是从这个段开始，没有仔细的注意到这个段。他的前一手是在哪里啊？前一手是尖在这里。尖。我感觉这个跳完尖可以再思考的缜密一点，这可能这个要爬啦。你爬掉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你不爬的话，这个一被断掉，你的棋筋被吃掉，黑棋本来的弱棋全部都活过来了。而且也没有担心就是要补棋的问题。前面好像下的偏快一点，对，没有想太多。感觉布局上白棋2个比较大的问题，应该第一个就是刚刚这个嘛，然后第2个可能这个档可以想一下。被黑棋挑出。后面感觉黑棋还是就是都挑比较简明的下法在下。对，黑棋也没有感觉没有给白棋明显的机会。这盘棋应该算是齐瑞发挥的，我觉得比宇浩来的更好的一盘棋。看起来齐瑞也是在讲这块棋。不过可能再过个2年，宇浩会变到多强也不一定。感觉多花一点时间想，他这几手想下比较快。就是比较可惜一点，毕竟年纪小嘛，就是可能比较冲动一点。对啊，好，那我们下一盘是几点？我们下一盘看一下。下一盘是最后一盘。对，我们最后一场开赛应该会是2点半。2点半结束的比较早。看一下有没有棋友有什么问题。好，棋友的问题，看一下。可以看大家有没有对这盘棋或是想问的问题可以提问。这盘棋现在是由黑棋陈其瑞获胜。那下一盘转播也是会有一方是奇瑞，那另外一方是简金婷跟蔡允哲，谁获胜谁就会就是进入到决赛这样子。是已经配好了。就冠亚冠亚只剩2位全胜。对。好想看那一盘棋哦，说蔡允哲跟简金婷，不过那一盘就没有转播，可能要等他们的结果。好，那好，那我们这盘就看到这里。那
各位棋迷朋友们，待会见。2点半。好，拜拜。
好，来，各位棋友，大家好，那欢迎回到2025年的无雕之杯全国围棋公开赛高段组的第7轮，也是我们的决赛轮。好，那全胜的2位选手分别是陈其瑞跟我们的简静婷。好，那现在2位猜子完，陈其瑞是执黑棋，简静婷执白棋。好，那高段组的部分已经就是出现白热化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前5名目前都是职业选手。那第6名的赖佑成，还有第7名的蔡云哲则是业余选手这样子。哦，又是陈其瑞。对，那这2个人刚好是我们早上第1盘跟第2盘转播的。好，100黑棋。转播的对手。好，那我印象中呢，奇瑞跟静婷在职业赛中的话，胜率应该是奇瑞高一点，对。那不过就是静婷对奇瑞也是，就是他都尽量会把战局拖到比较后半盘，可能会尽量消磨奇瑞的耐心，这样。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快棋跟一个慢棋。对。双方在布局上应该也都会比较稳健。下一步应该会挂左下角的小目，有可能看是低挂还是高挂。哦，小球球出现。3-3。爬一个。小飞。小飞。啊，不过我觉得以奇瑞的作战策略来讲，应该也是这盘棋应该布局阶段也是下的会比较快一点。也会尽可能的把时间拖到后半盘，而且奇瑞应该会尽可能的不让自己陷入读秒，毕竟读秒以人类棋手来说，就是读秒还是会有失误。那他应该是想就是尽量不要在读秒阶段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失误，然后葬送这盘棋这样，所以他应该会尽量把棋局以可以不要读秒为前提的情况下下完。感觉简静婷也有下快一点。那说到静婷，我其实因为我们都是第1届的到场生嘛，那从以前到现在，静婷我觉得她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律的人。怎么说呢？她很少有人，我就是看到她到现在她还是每天可以午休，那她中间都会休息一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啊，可能下棋用脑过度。好，前面这双方都下了一个定时，所以下的比较快一点。那不止午休啊，午休完他都会有自己的小小的仪式感，都会带着一个毛巾盒，然后去洗把脸啊，然后让自己清醒一点这样。那还挺好。对，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就习惯了。做了10几年了，所以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棋手。尖冲。对。好，那感觉一上来这个奇瑞在布局上应该是有研究啊，这个尖冲也是下得很快。哦，留言啊，观众可以跟我们有询问问题都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Hello， 丙修3场都有在看直播，很认真。这场比赛呢，价值不菲啊。第1名跟第2名的奖金是差非常多，15万跟不知道几万的差距。而且你输了这一盘，不见得是第2名啊，你有可能会因为辅分的关系，可能掉到第3或第4。对，所以这一盘对2位棋手来说，不过这2位棋手呢，也都有在职业的决赛舞台中有参赛过，应该对就是决赛舞台并不陌生啊。会因为对到的棋手不同，所以策略不同。我觉得会，因为像如果是我跟静婷好了，我可能就是不会喜欢跟他微控，因为毕竟他就是以微控，然后以些微的差距获胜的棋手嘛，那我可能就会尽可能的跟他战斗，或是下得过分一点，对，就是强迫他来跟我作战。那跟奇瑞的话，确实我也不会跟着他快，我可能就会下得慢一点，然后消磨他的耐心吧。所以每个人的棋手可能
对到不同风格都会有一些战略上不一样的想法。哇，那现在奇瑞要你练一下耐心。而且两个人其实也都算熟悉吧，就是毕竟就是两个人奖金排名也，虽然敬亭没有到那么前面，不过也是应该是奖金前10名的职业排名选手。对，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升职业的第1年就有成绩了。像奇瑞呢，升职业第1年有赢当时的林志涵老师职业9段，然后有打入台湾的循环圈，就升职业第1年。哦，那不是年纪很小。对，奇瑞应该是12岁还是11岁升职业，就是在小学6年级吧。那敬亭呢，也是升职业第1年呢，就有拿到我们海丰杯的亚军。哦，海丰杯。对，就是也是一个职业赛事的亚军，算是相当厉害。所以这2位都是都是实力不可小觑的棋手。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像现在排名的第3是卢一泉嘛，那卢一泉这一盘呢，也是对职业选手的林世勋，这2个人应该也都是在海丰棋院很常每天基本上快每天见面的好朋友啊。对，所以其实比到后来，大家下的对手应该都是认识蛮久的。哦，加工。职业比赛大概多久一场？职业比赛目前台湾一整年下来应该是8场比赛，那有一场比较特别，就是快棋赛嘛。那除了快棋，大部分都是稍微慢一点，那时间用时上面也都会比这场比赛来的长一点。好，双挂。好，白棋下一步应该会碰在这里。正常目前的哇，打脸了碰在这里，那黑棋应该就进33。33，算是以前长比较流行，好古老的感觉。对，这个定时比较古老一点。然后黑棋爬，那白棋粘起来吧。黑棋并。哇，真的很古老定时。对，这个好久没看到了。出现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白棋的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定时为什么后来比较少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棋以后还有个扳。那这个扳出来，原本加工这颗棋子其实不是这么强。那如果你想要花一手棋自己补的话，效率又不是特别高。就如果你补的话，基本上效率都不太好。所以这个定时后来就是被淘汰的比较多一点。那现在当然不可能应该是不太可能自己补一个，可能会加工或是减重，看白棋怎么选。可是这颗的位置又好低哦。对啊，那地下，黑棋应该会挡。奇瑞在布局上面还是下得非常的快啊，就是给对手的压力还是真的挺大的。尤其又是在决赛吧，大家应该还是就算哪怕你是身经百战，你还是会有点紧张。对。而且现在应该也蛮累的，今天的最后一场，第3场。2天下来下了7盘，就是这是第7盘。对，第7盘。就算是比2天好了，就其实因为选手不可能就住在这里嘛，所以可能一定是要通车要通勤，对，这也是会消耗体力的一部分。请问如何拿奖金？要像职业老师一样强。他跳了，他还是稳。奖金的部分就是，如果是想要得奖的话，当然就是这些高端的棋手一定都有付出他们的时间跟努力嘛。对啊。像前面说到的徐也好，他那么努力考职棋，我之前听我们以前那个体大训练，下午都要去队上去下棋，然后还有早上的上课。结果他是上课时间，那个教练打电话给他，你怎么没有来上课？教练，等一下，我在读鸟，就把电话挂掉。很认真，非常认真，很用心。我听说他在宿舍好像网棋也是下得非常的勤劳，对，很认真。这个冠军的话就有15万的奖金，颁奖的时候可以领到。是吧？颁奖就会拿到。颁奖会先拿到一个大牌子，上面会写15万元吧？我记得，因为我有拿过一次，有拍过照。我没有，我不知道啊。对，之前有领过。我有拿过一次第2，不过我们那时候第2届的时候，其实奖金还是非常高，但是这2年呢，奖金又有在提升。
我拿第2届的冠军，那时候高段组的冠军应该是65000元。那这2年是哇，直接变成15万。15万元呢，对业余棋手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奖金啊。对啊，我们可以看到哇，奇瑞现在拿出他的幸运小卡，第1张卡啊，对，现在第2张还没秀出来。好，那白棋下一手应该第一杆应该就是往上跳，那黑棋应该也会跟着跳。哦，不太一样，歪了一路啊。那这个飞呢，虽然跟跳比起来就是自己有破绽，可是它也比较的，就是可以攻击到这2颗黑棋，对这2颗黑棋压力给的比较大一点。那如果还是跳的话，白棋就可以压过来。如果还是跳的话，白棋下一步应该就会把它压过来。所以黑棋现在应该也在想，要出头还是加强左边。这可以冲断吗？冲断的话很危险。对，白棋。对。白棋感觉会压一下吧。看起来黑棋有点危险。然后白棋可能就出头嘛，打了。不过那个黑棋不知道可不可以把白棋吃掉。闷风现在好像是闷不住。闷不住。对，白棋可以用一个比较不好的形状跑出来。哇哇，这个好像那就走不住了。就这应该也是一个乱战。对，那这边可能奇瑞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冲断。那边右边有些黑子的话，对，但是现在黑棋应该是没办法多一手，对，多的话这个白棋就会加强左边，这边感觉会想一下。那比较常见的下法可能第一个就飞嘛，那被白棋飞过来，可能奇瑞不一定可以满意，那不能满意可能就要反击，就像刚刚怡轩老师摆的这个冲断。好，飞到了。那今天的奖状奇瑞的棋，对啊，我还是对奇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果然是13年的。对，可能还不止15，应该对啊。我们是国小学4年，我5年级4年级还5年级认识他的吧？对，4年级认识。好，住。奇瑞这个跳就有点拿捏白棋的形状，让它印得不是很舒服。当我们上一场也有提到，就是在下棋的时候，你只要可以让对手补棋啊，或是在一些棋形上面印得很不舒服的话，其实你这步棋就很成功了。好，那在业余的时候啊，其实我就知道静婷算是一个自己很自律、很用功的人啊。因为以前我们训练是从早上9点要到，9点前要到，然后训练到5点。那5点对，在海丰的时候，那5点之后呢，可能每个人的回家的选择会不一样。像我回家可能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或是休息。那像静婷来说，她回到家一定也是，就是还是继续做题跟下网棋这样。就你回家，你基本上我只要打开野狐，一定都看得到静婷那时候还在下网棋。好认真。对啊，她实在是非常认真的棋手。这么长下棋应该是小时候了。对。小时候，那个棋院暑假门还没开，大概7、8点，就会待到晚上10点都还可以继续待的。下一整天。静婷自己补了一次。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好了，这个左半边的白棋这一串的效率是有点问题的。黑棋继续追着它不放。白棋的左边这8颗，其实它的效率你看没有围到地嘛。所以前面还是碰这里比较好。可能应该是碰另外一边会好一点。那这边正常来说碰了会扳，可是碰了扳的话，黑棋可以继续的虎过来。那等白棋粘的时候再把它给打下来。那这样摆的硬的其实不是很舒服啊。对，所以白棋实战正常我们的围棋俗语是碰来要扳嘛。那这边对静婷就只能长了。好，那接下来轮到奇瑞，奇瑞这边应该会想一下，对，应该
要看要往哪个方向来下。现在看起来这边很宽呢。对，它目前最宽的边应该就是右半边。不过右半边黑棋比较难的点是因为下一步不知道下在哪，可能也是这附近。因为现在下边这边这是袖控嘛，这不会打。那这边呢，对黑棋来说也不是特别大。断了断了。不然如果白棋断黑的，应该就是往前长出来跟他作战。那这边看白棋应该，我个人觉得静婷应该不会选择断，不符合棋风。静婷感觉这边会退一点，不过退好像退的吗？这个吗？退被粘的形状好像好像不好，也不是太好。断了就还是得断。好，断了就要激烈碰撞了。哇，看到简静婷战斗了。当然静婷跟军服在战斗那一盘棋也没有处于下风啊。我现在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战斗我比较想要拿黑棋。而且白棋左半边这很明显有一个冲断，就是这3颗其实是没有连好的嘛，这边有个冲断，所以白棋下一步棋基本上这边还是要连接，可是连接的形状呢好像都不是太好，这个贴或者这个拐对黑棋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就是自己的形状不是特别好。贴了一手。感觉简静婷好像不会主动出战，对，就是这2盘棋，但是战来了会迎战。对，就是当对方主动出击，他也是会选择应战，但他比较不会主动挑起战争。需要力吗？这个力本身有一手棋的价值吧，就说是双方的根据地。不过奇瑞可能在想，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或是他可能怕力啊。假设力的话，因为如果这个年是先手，这个有个跨嘛，就这边有个搬的跨，搬的碰，小飞怕跨。那这个黑棋气是有点紧的。那如果黑棋这边补了一手，这个顶鼻子有点讨厌。就黑棋出头不是那么顺畅。对，所以可能奇瑞也在想，是不是力之前要中间有交换几步，可能往这边尖啊，或者往中间跳。当然，力是一步非常大的棋啊，就刚刚宜轩老师讲的这个力，可能他想要追求一下。好，那我看一下我们回来刚看一下我们第7场呢，我们刚刚讲到嘛，赖佑成跟蔡允哲都是目前的5胜1败。好，那赖佑成第7盘的对手呢，他是对上陈天成，也是一位业余好手。那我们来看一下蔡允哲好了，蔡允哲则是对，我刚刚他对简静婷那盘很激烈。对啊，然后看黑棋地盘很大块。刚2个也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作战。真的先交换了一下。那教吃这白棋应该只此一手，粘起来。对，白棋应该没什么好想的，只能粘起来。白棋思考了一下，还是会粘吗？先放上去。还是他想脱先？这看起来脱先哦，应该好像很难。对，脱先的话，这颗棋子还是。可是粘的这一根好像。可是因为粘是先，主要粘是因为先手啊，粘那个黑棋本身局部应该是要补一手。这个如果补完白棋是走个。补完白棋应该还是要拆。要拆吗？还是会补在下面？白棋接下来如果黑棋粘起来，白棋粘黑棋力的话，白棋就几种选择，一种是就可能拆出来，第二种就是胡过来。那看静婷怎么选。不过静婷想那么久，她是不是真的？对啊，我刚刚想说这个。她是不是真的没有想要粘？然后刚刚有说过跑棋不想跑2块，现在白棋2块，黑棋也2块。我刚刚看到了，我们的蔡允哲的就是业余好手是对到我们的军辅。那也是一场硬仗。前一场
全胜，然后是输给晋廷之后，下一场还要对军服。好辛苦。对啊。哦，好像真没打算要粘。他不粘可以下哪里？不粘哦。不粘，你是不是就直接糊过去了？这个地方。对。哇，可能想那么久，真的还没有打算要粘。还是粘啊？对，还是得粘。这个应该黑棋就一定会立下，这应该。好，那接下来白棋啊拆了这边。哦，可能在看要拆。黑棋是不是就立下去？很快的就立下来，对。好，今天奇瑞很给我面子。真的都讲到了，先找再立。那白棋就应该逃跑中间，然后黑棋跳2吧。第一感是跳2，可能跳在这里。左边跟右边。左边的话就是白棋应该会跳，那右边白棋跳的话，这一颗的位置应该好一点，不要那么靠近它。只是跳2跟跳1的区别就是跳2的形状还是相对薄弱一点，还是还有可能再过来。感觉我是会跳2。有形状很像是这个地方。对。比划了一下又拿起来。那这棋肯定是不能手拔的，这黑棋肯定要下，因为不下被一手棋罩住。选清楚了，右边。很好，那个今天猜对的次数非常的多，感觉大家可以去买个乐透。晋廷下一步应该也是会继续逃跑这5颗，这5颗不知道还会不会做到这2个交换，先让黑棋变成鱼形，这2步。那等到黑棋变成鱼形之后，白棋再加强自己，或是就是单逃跑，就直接跳。那这2个交换呢？单跑是保留空间，对，就保留一点变化。不过保留变化也怕黑棋就可能把这个虚掉，然后中间这个黑棋的形状就扎实一点。就是以后你可能要再走成刚刚那个形状呢，这个你是走不成这样的，因为黑棋应该就会反击。这边就看白棋怎么选。好，那用时上面感觉奇瑞是领先的不少，应该至少有5分钟。对，晋廷还是属于比较谨慎稳健一点的棋风。往上跳。这个感觉黑棋也不会想被白棋关注。如果这个棋不被人家关注的话，变成黑棋要在里面做活了。那这块不怕关吗？这一块倒是还好，因为这块的话黑棋就顺势下来。那当白棋想要把它切开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白棋这6颗也没有到完全安定。这边还有1颗黑子。所以相对来说，应该不是黑棋。刚刚看起来方向很像在这，他想要围地板对啊。他还是出头了，这个被关注还是有点太大了。我们下棋还是尽量不想要被人家关在里面，只能在2、3路做活。这样效率就会差一点。那这个白棋应该也不会想被关起来。对，白棋不会想要被糊了搬2字头吧？所以这个2字头呢？我猜可能在想搬会不会被黑棋断掉，糊了断。哇，这个也整年。就这个形状不是特别好。长不动，往下长就长黑的也会往下长。那个左边这块白棋就有点危险，感觉会继续长，会单长。我看今天想了一下，不过长完的问题还是要回到黑棋，黑棋的下一手一样没有到那么好决策。刚上一盘好像就是黑棋蛮好走，棋瑞没有搬，搬了，哇，真的搬你，那搬完会连搬吗？应该，这边白棋就2种吧，感觉就只有长跟搬。那搬的话，黑棋应该长了，搬的话应该黑棋就长。好，那实战长，然后黑棋继续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断了吗？应该断不太下去。这个断下去呢，黑棋就先糊一下。
啊，白棋这边其实自己有缺陷了，我们可以打不动。对，这个打掉，我们应该黑棋下一手也是虚来的。那这个白棋的连接应该是有一点问题的，就这一颗是没有办法跟这一块白棋连在一起。如果粘的话就交吃。那我们把这个先手下掉呢，白棋贴，黑棋一退啊，这个挖跟这个冲就见合了。对，所以有时候高手在下棋的时候，他会故意露出破绽，看你会不会小陷阱。对，就会设个陷阱。很诱人。对，因为毕竟看到断点嘛，人类的直觉反应看到断点还是会想要断。但我就要继续藏喽。继续藏，可是藏了这边又漏了一个洞。继续藏，白棋这边就比较难决策一点，也可以手拔吧，我觉得就是这个被扳二指头，白棋就跟着继续赢。本身这块是也不会死啊，那扳二指头黑棋走中间的价值也比较不确定一点。那就是看静婷觉得这个长这块棋到底有没有危险，没有危险的话，我觉得他会长。如果觉得他真的觉得这块棋很容易被攻的比较惨一点的话，可能会往中间来下。出现球球了，感觉棋瑞有点紧张，是不是他看到了什么？往那边走。哇！这个碰，这一盘我感觉简静婷搬了又碰，对他感觉主动出击可能也是很渴望看可不可以拿下这个冠军，毕竟算是一个指标性的业余职业大赛嘛。而且金婷这2年其实相对来说，职业比赛的战绩也没有刚升职业的时候那种就是这么耀眼。对，虽然成绩还是非常好，也是在台湾前10名，不过就是没有像升职业那时候可能就直接拿到亚军这样子。那个如果像新科职棋上来，大部分棋手会有那个轻敌。以新科职业身上来要赢那一些就是可能知名的职业高段选手，还是比较难一点。对。但是磨练个2-3年，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因为毕竟围棋其实大家下到职业差距真的就是都还蛮些微的。对，像这次很多新科职业好了，因为我刚刚有讲嘛，那就是今年的新科职业目前的身份还是算业余棋手，明年的1月1号才会领证。那很多职业棋手在跟这种准职业下棋的时候，这个比赛规定是要让半仙的那又有让对，那正常黑棋要185赢，那让半仙的话只要183。刚刚就有一盘，我刚看了一下，有新科职业的吴君成，然后对上职业选手的施景尧，那一盘棋是184。那本来正常的比赛应该是黑棋输，那可是因为这场比赛要让半仙，所以最后是黑棋获胜这样子。很细微。简静婷。静婷现在应该是去厕所，或者去洗把脸。静婷当他下到中后盘的时候，很常就是会去厕所，然后或是就是他仪式感蛮重的，他会把自己都整顿好之后，再很专注的回到棋盘上。奇瑞看起来有一点累，感觉真的是辛苦，每盘棋都1-2个小时。主要我刚看了一下，奇瑞这一次7盘棋的对手好像强度都蛮强的，除了第一盘的红佑是国小的7段以外，其他的选手好像都是职业选手。对，他第2盘对到我们的卢义全，就是上一届的冠军，第2盘就对到了。那第3盘是对林世勋。好，那这一步棋呢，我觉得可以讲一下这一步棋为什么突然会往这边飞。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先加强嘛，第2个呢，这是一个小技巧，因为刚刚有说这个比赛的用时不是很多，那你在对手去洗手间的时候，还是希望不要跑自己的时间，这个我们有点叫做接时间呐，就是下了一个先手，然后这个先把计时器按过去，然后消耗对方的时间，对。然后反正对方一定要跟着应嘛，不管是碰啊、跳啊，或者是并肩，这4种都可以。好像有个班呢。对，那
黑棋的话，应该就是除了这个加强自己之外，第二个刚刚讲了嘛，就是先把计时器按过去，然后再还是瞄准的这个扳。对，所以这边黑棋可能还在选啊，我觉得还在选要扳哪一边，还在选要扳左边还右边，反正呢，先把这个先手下去，应该不会亏。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静婷现在回到位置上。而且金廷跟奇瑞比起来，金廷相对话又再更少一点。哦，白棋还是有4个选项。白棋应该连接的话，就是看是并啊、跳、尖、碰这4种。不过碰的话，应该是不会碰，因为碰被长还多一个先手。主要还是可能这3个选一个，3选1吧。跳、尖、并这3种选一个。这里感觉也会陷入一个长考。因为毕竟我觉得静婷还是算比较谨慎一点。棋友可以看一下这4个点，哇，还好。被打脸了，算没快。有，这个还好，这个还好是其中一个。然后他搬这边。来，本来想说让棋友猜猜看下在哪。这个断得下去吗？主要刚刚跳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在防这个断吧，因为本来没有这2个交换被断一个黑棋还是有点危险的。那多了这2个交换，相对来说白棋这个断就没那么害怕了。所以白棋现在应该是不会把它断下去，可能会往中间长或是退回来。感觉上应该会长这个。那现在双方的实地呢？白棋就右下角这个嘛，12目，那再加这个可能10目，22。那左半边大概3、4目，3目，25。白棋圈盘应该有个30。好，还早，棋局漫长。这盘感觉就是一个持久战，那黑棋有占3个角，不过也合理啊，我觉得，毕竟下到冠亚军战的还没有要更谨慎一点。对，而且通常冠亚军战大家都不希望可能一上来就突然爆掉一块，对，然后这样就下完，这有点太可惜。还是想把棋局都拖到比较后面一点，再来决出胜负。今天有可能加赛吗？今天目前不会加赛。那当然，如果什么3、4名排名一样的话，就有可能他们看是要加赛还是要抽签。不过冠军是不会有加赛的问题，因为目前就是这2位选手全胜。好，那白棋贴第一个呢，就是把中间眼位都做出来了，这块棋应该基本上安定。然后同时就是强调黑棋这边还是有个这个断点。这个断掉黑棋是被切开的。现在白棋看起来没什么孤棋嘛，看起来相对安全一点。对，这里奇瑞不知道会不会想要把这个头打掉，但以后也有可能从那边出来。补一个，很想补。补了，那白棋应该1秒钟就会往前长，没意外的话。因为虎跟长这个交换还是挺舒服，白棋来说还是挺舒服。很少看到简金婷下1秒的棋，对，他都还是至少个3、5秒。这也是可能是下棋养成的习惯吧。像跟简金婷下棋呢，读秒如果是60秒，他就算教师，他也永远都会想到58。对，就是必然的棋，他还是会谨慎再确认一次。对。这手棋大概花了10秒。对，这是平常养成的习惯啊，就有点像是读秒60秒，他可能教吃20颗，这如果是正常棋手，就1秒钟就把它吃掉了。那在静婷来说，他可能就是会想一下还是教吃的。对，那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加下来吧。哦，好准。那这颗棋子还是不能死，应该这个棋子是先手吃，所以白棋可能会粘。或是白棋这边应该没有反击的空间，所以他冲了一下再粘。感觉棋会
手拔吗？现在七月的刺一手比较不好下一点。而且，其实左下角黑棋还是有亏欠一点，像是这个角以后被白棋碰进来，这个角地都是会直接变不见。但中间这个断点还是很讨厌。这边都有一些缺陷。对。我自己觉得七月可能也觉得局面没到那么好。这个被断掉还是挺讨厌的，因为你这个被断掉呢，你只能交吃。那因为你这边有个断点嘛，所以你要粘起来。那这个棋形，白棋就算往中间走一个，黑棋形状都是单关。而且都没有木须。对啊，但是这个棋如果你自己黑棋要补一手，你也不是补的很舒服，因为好像补在哪里都怪怪的。补在这里又显有点慢，我觉得效率不是太高。感觉这边很大。哦，它粘的。好，干净。好，那轮到白棋，现在轮到应该是白棋应该会主动出击，看着往哪里来下。感觉这一盘检定图比较主动。好，那下边这边呢，其实白棋局部啊，这个一较吃就有眼睛。对，所以基本上白棋这块棋是没什么死活问题。因为中间顶这个是先手嘛，这边有一只眼。不过白棋有可能往中间走一个，就是再把这个潜力给破掉。这手棋的价值大概多大？黑棋嘛。哦，黑白棋吧，就是这个方向。白棋其实尴尬的是不知道到底，黑棋拆2的话，白棋应该会往前插。就是黑棋其实那给换个问法。于轩老师，如果你拿黑棋，你会想要搬2字头，还是想要拆2？好难的问题哦。如果你是黑棋的话，这个虽然看起来蛮诱人，但是实际上，可能要看这里是不是，这边能不能围得起来。这个搬2字头虽然就是我们常讲的要点，可是如果假设白棋就自己围一个，黑棋中间没有围到一个明确的东西的话，其实这2步交换本身实地来说不一定便宜。好像更喜欢实空一点，实际的。藏在这可能拆在这的话被藏出来，就黑棋中间一样没有那么厚，所以这是最难的地方。这应该是我觉得人类就是判断上最难的地方。所以，而这边不会还有一些漏洞吗？就这样。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拆2跟长交换，也不见得想要这样交换。那你搬的话跟他跳，就你把它加强好了，你好像也不是这么满意。所以这边很难，所以白棋手拔，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既然我也不好选，那我就把难题丢给你。哦，是的，很想一下这个，还蛮期待这一手棋。有点困难，不知道会不会往那边抢一个，再捞一票。看一下，很想出手。还在犹豫。他补在哪里？他藏了一下，藏这个。没有想到。好，藏这个是先手。来，这个可以考考大家，考各位棋。这步对黑棋来说有点麻，不晓得到底要不要补。好，那这个棋可能是进停不强，因为这个粘完了嘛。这个棋其实以后黑棋是可以糊一下，啊，就可以往那边跳，欺负一下白棋。白棋基本上要做活，因为如果不活的话，这边会被小飞，这块棋有点危险。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是黑棋的先手权利嘛，那以后这个还可以再欺负他一下。所以进停退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要把这个点给下掉。那这个点如果黑棋手拔，假设黑棋脱先好了。白棋中间是有一个挖的手筋，所以还是刚刚粘之前可以先虎到，对，有可能，但是可能如果你虎到的话，你是不是就可能会往那边下掉？好，那实在很契合，直接跳在这。好，那跳这个呢，应该会变成
白棋先手吃完再回来挡，就是把中间这2颗吃掉。那刚刚有说嘛，这个挖，如果黑棋把它断掉，这个一跑，这个黑棋是连不起来的，因为多了这颗的关系，本来是可以把白棋吃掉，可是现在多了这一颗，这个棋就可以粘起来了，所以黑棋就只能交吃。有没有可能不补啊？不补也有可能，但是这个下一步还是要应该还是会退。然后白棋交吃，我就把这个先手吃掉，大概会变成这样。这个应该不会打脸，这个应该会像这样。那白棋下一步也是要回来挡吧，可能会做火，可能要冲了一下。我感觉进行吃这2颗有点太早。现在以棋盘的进行，就是这盘棋的进程来看，虽然自己是安定的啦，不过好像现在下到100手左右而已吧。吃这2颗的阶段还是有点太早，而且现在应该很高几率会落后手，因为右半边这边应该白棋总是要补1手棋。进体这边补的好像也不是很舒服。这样吃2颗是赚的。吃这2颗唯一好处的就是先手吃嘛，那先手吃中间就是一定都处理完了，没有任何问题了。那现在问题就是白棋一定落后手，而且第2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白棋这一手棋不知道怎么补。我们看两个最简单的好，一个跳这个，一个挡这个。那挡的话呢，这边被一飞，然后再一顶，这可能这块棋还没有完全活。那如果你跳在这被人家先手跳，好神奇的一手。对，你看他有点举棋不定了。好像他在这边。我感觉，可是这样对手不是可以用他的时间想其实棋论其实最擅长的就是他利用对手长考，然后也自己他不是没有在发呆啊，他其实也有在想他应该怎么下。他跳了。那以后这个跳蛮讨厌的。先搬了。你看他还是选择搬，他没有选择，他没有采纳怡萱老师这个意见。很想。大家可以去问问看他为什么。可能是这边兼顾了一点吗？对，也有可能。可能这边多了几颗子，中间多了几颗子，就在想搬。感觉棋院应该是在想要单场还是棋现在要下，应该就不是跳2，应该就是跳1。跳2的话，有可能形状稍微差一点。想连扳。其实搞不好我自己下我会跳1。所以那这2手。这2手还是因为本来长嘛，你就想可能本来这种棋其实很好判断，就是你把它当成这样，你白棋你要长还是要跳？这本手应该是长一个，因为这个跳被挖进来，断点还是有点多，有3个断点嘛，被挖完就有3个断点，所以黑棋其实扳一下的时候已经便宜了。不过黑棋担心的应该是这个打的断掉，就这边还是这个气也有气紧的问题，可能白棋就跟着补一手。好，这手棋算是棋瑞也是想的比较久的一步。看他会不会跳。我觉得就2种，一种连扳，一种跳。有没有可能粘起来？没有，这样感觉就不会扳。刚棋瑞赛前还跟我说，希望我不要一直猜到他下哪。然后他就故意下，你想不到了。他现在听不到我讲话。不想被猜到。今天的准确率应该极高，就算没猜到，也是至少歪1格。都是在附近。对。虚一下。虚我感觉白棋可能会反击。我们现在要安插16段。但这个反击要反击在哪也不是特别好。主要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黑棋
就是这边白棋如果跳在这，基本上还是要靠这个挤，因为基本上可以当成这样，再夹住嘛。那白棋这个被挡，基本上还是要靠这一个先手一只眼，才可以就是安全的做活。那你靠了这个先手的话，你中间这边自然，如果这边黑棋有一颗棋子的话，中间这坏棋确实是没有进活。所以棋瑞也是想借用的现在就都还没有下清楚的情况下，先来看可不可以便宜一下白棋。那进庭很多时候会因为可能就不想被便宜，他就会选择反击。往外走吗？往外走有可能，但往外走的风险就是局部就是没有活好好的摆出2只眼嘛，就有可能外面黑棋厚一点。他拐了一下，黑棋没有挡，还是挡。手比划了比了3下。中间看起来确实有一些模样，大肚子。这个肚子就是人类最害怕，为什么不？人类不喜欢围肚子，就是因为这个肚子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怕围不住。对，有时候是越围越小。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学棋的时候啊，为什么我肚子不喜欢围？当你要围肚子的时候，人家在外面前消掉个2步，他可能自己也会增加。哇，好像大多会借由攻击围。好，现在进庭感觉，刚刚说的感觉，他很想拆一，可是这边有个断点嘛，所以现在被白棋抢到这一个。那现在黑棋的，就是应该要借用2下，然后一定要来讨回一点便宜的。所以你刚手拔竟然虚了一下，被对手手拔。好，你看进庭还是就是想的都会比较仔细一点。感觉这时间应该差了10分钟左右。对。好，我觉得下一步会跳。白棋是用虎的，眼位好一点。这里面会有棋吗？连起来暂时是没有棋了，不过可能味道就比较不好一点。原来这空间这么大。对，就是以后有可能有收气池的问题，不过虎了就是比较没什么问题。虽然往内缩了一幕。好，我猜他下一步是会跳。他不会想要攻击这一块嘛？就是现在这个都吃一手。这个就是决定到底要不要杀他吧。就是黑棋看到底是要收空，收一收围肚子，还是就是直接想要直接这样杀他？可是杀他，我们在杀棋之前一定会做一些准备工作。想杀了，想杀了。他好像是想点在这个位置。但我觉得我不知道。好近哦！哇，真的耶。不过如果我是棋友，我可能不一定会点这个。我刚刚可能还是会想要下刚刚这个才艺。对，这个才艺不管是实地也好，就比较踏实一点。好了，这边就是考验双方棋手的计算。真的，开始计算。可是这盘不讲，我觉得还比较像豆腐，就是刚刚军府下的那一盘棋。对啊，不像，很像在看豆腐下棋。好，我们来看一下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目前有问题都可以留言询问，我这边都看得到。这块应该是会感觉是有眼位。白棋弯。好，弯这个的话，就基本上冲了班是先手。那黑棋如果叫吃，白棋肯定是跟他打劫的。借由攻击为控。我感觉棋瑞的这一盘步调好像中后盘有点乱。
潘琪也是少数，我觉得奇瑞算是想的比较久一点。开始进入中盘。现在的用时应该现在过了，我们刚刚这一盘有延后开赛，大概过了快1个小时。不过这几步奇瑞确实有慢下来，就时间应该有回到差不多的状况。应该双方时限差不多。当奇瑞长考或是想比较久，我觉得还蛮好判断的，就是局面没有那么简明。啊，通常是这样子。不然奇瑞也是算是那种很会下顺风棋的，就是下得很顺手，就会花的时间比较少一点。啊，2个好专注，都接近刚刚接近定格不动，我还以为我网路卡了。而且近庭不管输跟赢，或是优势跟劣势，他的脸部表情不多，都差不多这样。奇瑞拐了一下，这个近庭应该会挡，也有可能把右上的先手先扳一下，这个也是好想跑出来。感觉那个还是有点大，被爬一下不是很舒服。哦，为什么奇瑞不虎掉？就是因为这个拐如果白棋不挡的话，再爬。那当你只能退或是挡这2个，你如果挡的话，黑棋这边又有手金。哦，找一下手金，我猜，让我算一下，加吗？加完断再断。夹的话，还是直接断吗？对，直接断就好。但是直接断的话，应该先断这个比较好。哦，你先断这个，他会吃嘛？那结果来说是一样的，白棋退的话，黑棋就可以打了，再冲回来。吃的话也是打，对，所以这个棋白棋感觉应该还是会挡住。啊，他先搬，还好。刚刚有提到这个可以先搬。那就可以先冲吗？应该不行，那个还是要很考验勇气啊。就是你如果先爬，人家杀你那个角，一手棋把你杀掉了。就乖乖。对，没有这个棋就是你如果下这个，然后他可能杀你一手。这个一手棋杀不死。对，你一手棋杀不死的话，你可能瞬间就崩溃了。如果杀得死的话，这个很大。杀得死就有点要算中乐透的感觉，不过概率很低。还是对，他应该还是会补一手。那白棋也要补了。白棋，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会挡住啊。以近庭来说，但是这盘的近庭很不近庭，他很勇猛，他应该，而且这边还要演位。对，但是白棋如果手吧，目前基本上也没有明确哪一步棋有比这个挡先手来的大的。母数，要走这里，做眼睛。这个黑棋是挡不住的、啊，如果直接挡的话，这边有个双交吃。那这个棋如果把黑棋裂开来之后，这个角就彻底的有。这好像不是想抢先手的意思啊。这个棋应该就是瞄准的，大家可以对这个角怎么样？然后这里就不补。对他可能那个先手就给黑棋下了。好，我们现在是换奇瑞去厕所。好，真的耶。可能去洗把脸吧，重振一下精神。真的，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午餐？不过讲到午餐呢，我们职业选手应该都有一个习惯，是午餐都会吃一点点。像是我以前在比业余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比赛单位很好，都会提供便当。那
有时候我们是像我啦，我如果比到可能比较我觉得重要的比赛，或是我早上2、3盘都是赢的情况下，我是会不想吃便当的，因为我自己业余比赛的话，我觉得2盘棋最重要，一盘是第一盘，一盘是中午那一盘，因为第一盘很容易睡过头，就是或是比较晚出门，那时间上很赶，然后还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上了战场，然后第一盘就突然输了这样。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中午那一场比赛吧。那如果中午那一场比赛呢，就是你吃太饱血液都到肚子，就想睡觉了。对对，想睡觉，自然而然就犯错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对，好像说什么吃饱脑袋会比较钝，对对，反应会慢一点。然后之前裁判讲习的时候还问裁判说那个讲师那个比赛吸氧气算不算违规？因为好像会提神。不过没有明确专，注好像没有明确规定可不可以吸氧气，但是没有目前是没有什么棋手有这样做过。不是有一个棋手在头上针灸？哦，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是有点久，不过很久以前吧。好像中国有一位职业九段，就是聂卫平，有在比赛前有吸纯氧的药。说好像可以提神。好，哇，这奇瑞果然爬了。奇瑞现在感觉形势不是到太好，这感觉白棋不一定想退，可能还是会退啦。但这个双交池也很诱人。好，现在这有可能先断的到，这个断还吗？是也因为白棋应该是没有，就这2颗应该怎么样都不会被吃掉，所以这没关系。以结果来说，应该不会有影响。不过这2位棋手绝对不是故意一直要离开座位啊，他们应该有时候是会紧张，而且坐久很累，一直坐着。然后下围棋确实，不管是下比赛也好，练习也好，我们的就是职业病可能都是因为久坐，就是因为一整天下来要坐7、8个小时，对，也是很累，还是要起来动一动。之前好像有人在问说因为体育大学很多运动项目会有职业伤害嘛，职业病之类，然后就想说围棋有没有，然后后来发现好像很多会戴眼镜。哦，对，因为下那个叫什么野狐啊，那个都是对电脑。对，以棋手来说，最常做的就是可能是用电脑做题目，或用或是看棋书啊，看什么的，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近视的。或什么久坐，还是长白头发，思考用脑过度。我刚刚瞄了一下，看到奇瑞感觉想把棋子摆在这里，就是把这个棋给补的牢固一点。不过可能他也觉得局面不好啊，是不是不要下得那么缓？但这个角确实，如果你不补一手的话，这不是黑棋的实控啊。而且我觉得奇瑞为什么右半边都没有下，可能是想读秒的时候再来下。你说这一块吗？对，右边那一块，反正先摆着，读秒的时候最后偷袭。好，如果等一下静停读秒，马上他来下，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想偷袭。搞不好他现在也先想好这块怎么应对。而且这边好像真的有一点陷阱，就是跳的时候白棋是不一定可以冲的。因为这个冲完黑棋这边可以不要让白棋粘起来，这边就没有眼睛了。黑棋搞不好是可以，白棋搞不好，对，黑棋搞不好是可以先冲掉这一下。对，那白棋当然如果粘的话，官子就又亏了嘛。所以我觉得他故意不下掉的时候，是看有没有机会，对手有没有机会犯错，也是有这个可能。好，所以职业棋手其实他们这些棋手啊，就是在玩类似桌游方面，其实都还蛮厉害的，很好玩，而且大家都喜欢玩桌游。就是玩一个最简单的游戏好了，有点类似翻牌，然后你要记住哪一张牌在哪里的这个位置。记牌，我以为你说闪灵快手那个奇瑞超强哎。这种游戏对职业棋手来说都很厉害。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可能放30张牌好，或是更多一点，放50张牌，然后你一样的可以消掉。那通常职业棋手只要看过翻了一次就记得起来。那个好像叫钓鱼。对，那个应该对棋手来说都算蛮厉害的。
所以他们的记忆力跟计算能力都还挺强的。每次跟他们玩桌游都很烧脑。哦，对，一个桌游可以玩到那么那么激烈。应该说他们可以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也不是变得很难，但是变得很复杂还慢，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哦，感觉7月这盘明显跟上一盘有点差。正牌，很好奇最后这块可以围到几幕。哦，经营中间，断点。好，结手，算秒下哎。对的。黑棋这也不知道应该会扳对。哦，跟退差在哪？差在可能中间好一点的话，跟这个拖有一点关系。那扳在这也是这颗头的价值没那么高，那这个段也黑棋也可以把白棋吃掉，就是直接叫吃就死。但有一个问题，白棋现在优势不知道会不会那么平。有点吗？点完拖可以吗？点完的话，应该是直接冲了拐了再断。哦，直接冲了哦。那这个棋就是静婷不知道会不会想要下这么复杂。哇，他冲了一下。就这个棋，我们大概回来看时间好。这个棋冲了拐年，然后这个断，搞不清到底黑棋有没有把握。看起来黑棋挺危险的。这个角比不赢的话，就黑棋直接实力压力就很大了。好，实战白棋先放着，那白棋先冲一下，冲，但我觉得这个冲怪怪的，黑棋很有可能手把吧。这里没有棋脉，手把感觉会想要把这个补掉。我也觉得我今天用脑过度，看起来这边看有没有棋，应该就是看这个段了。目前，要看这边有没有白棋。我感觉7月是肯定不会想要继续挡。不挡的话是在这边走一颗，这附近。不挡，我觉得这尖蛮大的。如果可以一尖就把这个角的味道都给补掉的话，但那个中间那个段确实黑棋，我觉得也没什么把握，被白棋断掉。只要没办法把这颗棋子吃掉，黑棋不见得乐观。毕竟刚刚讲，只要把这个断掉之后，黑棋要往底下活，其实黑棋的形状整体来说就薄掉了。就像这一步好了，这一步就是其实也算静婷厉害的地方吧，它让黑棋觉得很不舒服。感觉会想要补这边，但好像还可以稍微补到这里。以轩老师有可能猜对了，感觉会往这边跳。如果要补的话。那补这里太委屈了。手下不去，哎，方向。贴在这里。其实我真的觉得刚刚这个点好像真的蛮有意思。对啊，我觉得。就是点了冲了拐。但是有可能。可能退可能也是比较不满意一点。再加上那边断点这么多。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块白棋是没办法好好处理的话，就是这盘棋这样就会变得很复杂。所以感觉静婷是不是也有可能先往这边来下一个？拿出小卡，放回去。7月的棋风也是属于我觉得优势劣势蛮明确的一个，就是他的。你说上一盘跟这一盘吗？如果有在看上一盘的棋友们，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蛮明确的，对。下棋速度。静婷都是下那种让人家。这盘真的很主动哎。他都下得让人家硬的不是很舒服。以黑棋角度来讲，当然是不舒服，但是以我们看的棋友就觉得这步棋就是让人家
很难印就是好棋。假设粘就是走回来吗？粘的话没有就放着，哦，就放着了。这两步可能就赚了，这两步就当先摆着，先搁着。这个棋以后如果这两个交换完，以后冲可能就先手，这个还可以拐过来。本来没有的话是不行的嘛。那有了这两个交换完，这个黑棋就挡不太住了。棋约这边又是一次考验，感觉时间应该真的差不多。不过最后的这盘棋的关键，我觉得还是在中间这个肚子跟左下角这边到底可以围住多少？猜猜看，最后围几目？感觉要赢的话，应该要围个20。哦，对耶，因为它只有角。静婷撑头，第一次看到他撑头。棋约想了半天，我在猜可能还是会粘的，就是虽然想了一下，但是没什么好的办法。于轩老师现在也是觉得白棋比较好一点吗？现在啊，我看一下哦。就你自己比较喜欢下黑的啊，我自己的话，第一感，可能黑棋哦，因为这边跟这边还有一点潜力，但是就这边危险一点，我觉得这个不输，就感觉黑棋的选择多一点。黑棋还是主动一点嘛。先不论输赢的话，我喜欢选择多一点。好，那我们开赛到现在呢，已经过了70分，70快80分钟了吗？哦，好像是他们是差不多40分开赛，2点40，那现在已经过了70分钟，哇，那有一方可能时间没有剩很多了。一方50分钟嘛，那可能双方都剩10几分钟。我感觉棋约这盘步调明显比前几盘都慢的特别多。跟上一盘比就差非常的多。上盘棋我刚结束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棋约还剩25分钟。等于他用了25分钟。这是相当不想粘起来。对，我觉得这是职业棋手的心态吧，就是觉得看起来虽然就算没什么亏，但心情上肯定不是很舒服。不是，金币一币就过去了。这也是 AI 跟我们人类棋手差最多。人类还是会有喜怒哀乐，就是会对于形状啊、实地啊会有要求，但 AI 也不管你那么多，反正就是当下哪里最好我就下哪里。我想说围棋人应该已经偏理性了。就那什么 MBTI，应该大多理性人，然后大多 I 人，棋界好多 I 人。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会有情绪的高低起伏吧。毕竟如果都没有高低起伏，好像下棋也怪怪的，也不好玩。像机器人在下棋。好，粘了，眼睛一闭，眼镜拿起来，可是擦一擦，想了2-3分钟，还是粘的。刚刚眼镜先拿下来，擦了一下，带回去粘起来。感觉也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法来惩罚这个白棋吧。毕竟黑棋的形状自己本身也不知道太好。好了，我们来猜猜看，静婷到底会不会很想点像我讲的这个点？没有，还没，还是先冲晚一点。反正现在黑棋应该，这边都在走，应该都还是单行道，这是白棋的先手权利。我觉得等一下焦点感觉还是要看
到底奇瑞会不会来偷袭右半边的？可现在两个时间差不多哎，对，应该都还没有。而且这一盘简静停下的快了一点，还是可以偷问实现。哦，我们这边转播这边刚好看不到他们两个的用时，对。而且其实两位棋手应该都是在，因为隔壁都还是在比赛嘛，而且通常业余比赛，像职业比赛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不会有其他主要颁奖啦，或是要宣布事情啊，会被打扰到，会被影响。对，静婷选择先飞人，小飞，然后等下再来吗？我感觉黑棋应该会马上尖掉这个，我第一感啊，可能会把这尖掉。嗯。而且或是可能感觉尖还是好一点。现在奇瑞很明显有些焦躁，对，有动摇了。简静婷那是整盘棋没什么动静，始终如一的表情，不管优势劣势，很淡定。这是第3次脱眼镜，也是辛苦，比赛一整天。对，而且毕竟 NBA 之前有一位球员也说过嘛，第2名就是头号输家，这个滋味肯定不是特别好，晚上会睡不着觉。对，又是一个15万的对决。好，那这盘棋是双方应该会在最后开始10秒的对决，然后才决出胜负啊，我觉得。各位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都在上面来提问我们。对呀，现在应该很多选手比赛也比完了，可以来看直播。也可以猜猜看谁是冠军夺主。对啊，或是你们有支持哪一位？我们的这2位冠军候选人有没有支持哪一位的？也可以帮他们加油一下。好，果然奇瑞补了啊，这个点还是有点讨厌。白棋这边会有棋吗？暂时是没有，应该没有。我觉得白棋可能会想要简单定型。而且如果在局面真的有利的情况下，搞不好会想要把就是右上角给补干净。这以后定型可能就是尖的夹的教吃，尖的，然后黑棋挡的时候再夹这个，把这边都先手下一下。好，第4次，黑棋不挡了。这挡可能觉得天幕不太够了，他把中间肚子给围起来。那现在白棋是认为局面比较稍好，不需要点到这一下。我感觉这一步有点下棋还是有一些棋，就是大部分的棋手都会有优势跟劣势的心态嘛。那我觉得这步飞应该很明显是静婷觉得他是优势的，但就稍微缓一点。如果刚刚有这一集可以一招。没有直接把这个黑棋击毙的话，这个感觉是会觉得劣势的时候会来挑战一下。但确实优势情况下不一定会下得那么激烈，还是怕这块棋可能会直接死掉吧。没有把握做的，不过看起来我自己觉得是不会死，因为这个局部大飞，这块棋应该没有那么危险。而且这个白棋能不能长是关键。如果这个长被扳，好像也没有到很好赢，黑棋就拼了。白棋还是有点缺陷，所以静婷这边也花了一点时间，可能要来想一下到底会不会长。
啊，真的很佩服他们可以整盘棋2个小时一直在计算。对，而且其实隔壁一直有一些声音在，因为可能要颁奖啊，场地布置啊，人人走对动。像职业赛，平常他们2个肯定都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职业赛就是不会有人讲话，没有什么声音。哦，是很安静的吗？对，所以业余比赛跟职业的赛事还是有一点差别。但没办法，就是这个是业余棋手每次比赛的都要经历的过程。像之前我还有遇过比较有趣的事，可能是我下棋下到一半，看台上的选手有掉水壶下来的。啊，这好恐怖啊！对，就是或者是东西掉下来啊，当然没有打到人，但是就是棋盘就毁了，棋子就毁了。那高段是还摆得回来，但有一些低段的小朋友可能就摆不太回来。那个后来都说家长不可以再看台区啊，对，后来有一些比赛就会禁止家长在场内，可能会在外面休息。业余如果比较安静的比赛，应该是女子杯或配对赛。嗯，对，因为配对赛好像也是属于有声音会被人家警告，然后会有罚则的问题。那可能还有年纪比较大。然后女子赛则是可能5、6岁的小朋友到60、70岁的，就是我们的年长者都有这样子。好，静婷感觉这边会花一点时间来想这个白棋，奇瑞应该去洗把脸了。而且有时候其实像世界一流的棋手，有些时候在劣势的时候也会类似走去窗户啊，或者是去外面透透气。因为毕竟比赛会场还是挺多人，或者比较闷一点。会不会比赛比到肚子饿啊？还是完全不会注意其实的？刚下应该是在下的过程中不会饿，但是你如果在下完的时候，你可能是会特别的累，跟会饿，但是就是累会更多一点。哦。所以以前像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如果赢下很重要的比赛，我就会去庆祝，可能就会吃的好，吃饱一点。那就算输了很难过，但还是会吃饱一点，因为太累了。不管怎么样都吃饱一点。对。啊，要弱智了。可是他弱智的哦，还是应该会在这个局部来想，只是也在想到底要下在哪里吧。现在用时是将近1个半小时。好背呢，中间补干净。那这个白黑棋应该，现在黑棋是会回来中间白，应该还是回来打，这有点难。感觉脚上，如果被白棋走进来，是不是还得补啊？白棋跳进来，黑棋感觉是肯定要下的，就是可能是补在这附近，或是补在这个井。哦，这手棋还可以切断。我刚看到好像是想团，但也就比了一下。团的用意是先手。哎，就把这个先手看黑白棋到底要退还是要退。哦，先手可以冲进来。对。哦，这个没有仔细看，我应该会没看到可以团一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肚子也快围起来了，只是不知道到底会围多少。刚刚我们猜是20目，至少要围20。可是刚猜，如果这个真的围到20目，这个角不见，好像也不见得比较好。对啊，原本这里。我们现在看，如果这样好了，这样如果团掉，然后再搬这个，这块棋啊，而且这样看的话，好像是有30几、33。就我点到这里的话，大概有33，不加这里。可是这个角一手棋被跳进去，也是少的很多。也是少了快10目。所以黑棋可能现在也在点空判断吧，就是看局面到底是。哇，好难抉择哦。这2个帮我选哪一个？棋手们可以猜猜看，这个黑棋究竟会挡角还是围？这算炒肚皮吗？在中间。把这个肚子给围好。肚子饿了，围肚皮。不过不变的是，我还是觉得奇瑞等一下一定在狙击的这里。我也觉得他一定在等读秒。对，这也是比赛的技巧的一部分啊，因为毕竟时间就是给双方是一样的时间，那你要怎么运用这个时间，就是各凭本事。我们现在有一些观众在看棋。
好，可以看看这时候下一手黑棋会下哪里。像齐瑞去年拿到冠军之后，我记得他就回台中因为齐瑞的家好像他虽然有在台北有居住的地方，可是就是老家好像是在台中。他去年比完赛就是搭着高铁就回台中了。去年的话好像也不是在点华比赛的样子，好像也是在大安国中。那今年是因为校区在建设，所以就是改在点华嘛。点华这附近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摩天轮啊，对，在对面。听说有棋手下完棋去逛了摩天轮啊，去逛了美丽华。对，美丽华在假日的时候，我们之前好像来点华也有比赛的话，美丽华假日的时候是真的都人挺多的。感觉我应该不用判断，应该就感觉出来，应该奇瑞的形势是自己觉得相当不利啊。像有一些很妙的，像是要落子了。尖在这里。哦。那个尖也是问白棋到底要挡还是退吧。挡的话目数多一点，但是这个边就有一个挤一个先手。那退的话就目数少一点，那黑棋可能觉得这两步便宜了。那看白棋要怎么选。心情上好一点，等下再抉择。主要这步应该也可以让白棋耗一点时间。先心情好一下，慢慢想。像很多时候，像以前啊，如果有类似脚上死活或是什么，有一块龙的死活，你已经算清了，然后对手补了一手，结果没补好，里面还是有棋呢。像我以前可能比赛的时候，我就会当做那一块棋，我没看到啊，晚一点再下次。晚一点等棋盘变小的时候，就是对方你看，如果你直接杀他，你可能对方就会那我要跟你拼命了，因为我现在局势很不好。原来。对，那如果呢？对你如果确定他没看到、没注意到，你可能就会绕了一圈之后，最后再回来，然后一击必杀这样。直接赚了20目。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因为我记得我拿无调之杯冠军的那一年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对方好像也是在杀我，然后我有看到我可以回家，我就假装好像很痛苦的跑了很多子，然后把他潜力都给破掉。是说冠军那一年吗？对。然后把他潜力都破掉之后，最后再偷偷的连回家。对，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吧。因为有时候就太专注于某个局部，你会忽略到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没看到。要顾全局还是蛮累的。而且消耗的体力也比较大一点。现在小朋友下19路最大的困扰就是棋子太多，那时候看不清楚。还是白棋不打算补啊？白棋不打算补吗？应该会补，因为如果不补被冲了再挤，这样。这个白棋应该就炸开来了，就这个段跟这个挡是键合。那实战也是挡了。挡了。然后黑棋再回来搬，把中间给吃干净。好，我猜下一步会跳进来。这个拐了一下。拐的先手没事。然后再来，好跳，黑棋冲一下，然后把这个挤掉。过去。没有挤，直接再手拔。好，那手拔的话，中间这个肚子啊，越来越大了。但损失了一个角。对，这个肚子直接围到可能36了，再多一点。这3目没有点，然后点到这里是36目。那36目付出的代价也是挺痛的。一个金角。这边白棋的下一手，这个角会怎么下？这个角会断吗？
不知道会不会是断还是飞啊？这两个感觉会选一个。那断的话就很简明，就是反正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这颗吃掉。哇，这不止损失木，白棋还增加了不少木哎。对啊，所以这个围中间这个肚子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的大。帮他煎。好，跟小飞差一个。好，奇瑞应该会挤了虎口吧？应该感觉上会挤了做虎口。OK。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会这样了。这样白棋冲过来之后，黑棋就这个应该是可以做活的。好像做不活。这个盘棋他们的控时好像控的挺好的。他们两个，我觉得就是最后10秒看谁的失误比较少，然后决定这盘棋的胜负了。不知道奇瑞是不是会冷，脑袋瓜盖起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好了。实战这个尖，黑棋这边有花一点时间要来想一下。还是奇瑞其实是想要急的把这个碰住。哦，刚讲就中。对，他直接碰，没有把这个挤先下掉。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可能亏了。这个局部下好像就要抢右上。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抢右上，一定是读秒的时候再下右上。可是那边看起来像也是白棋如果当然了，黑棋如果落后手被白棋挡到，这个刚刚前面讲的计划都泡汤了。真的，现在那个官子感觉也是非常大。这步挡现在有一步也很大，除了那个挡之外，这个挡也很大。因为这个毕竟白棋跳进来，黑棋的底也是少蛮多的。简定题应该也会看到右上的小缺点。对。应该也不会想留到读秒，除非他已经算清楚了。双方都给予对手很大的压力。好好奇实现啊！有没有观众朋友在啊？不行，他们不能围绕在旁边。对，像一般职业赛事中跟业余比赛赛事中，也比较不一样的是，职业赛事通常只会有记谱的或者解说转播的，就是那个人在隔壁，或是记谱的，就是坐在旁边也不会讲半句话。那业余比赛中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围观。对，记谱员。那业余比赛是比较，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在旁边帮忙记谱的。对。问一下那个贝贝，现在实现，也应该在看棋。哦。好精彩！啊，挡了！哇，把这个补掉了。刚刚才刚说完。打吃，然后再搬脸吧。这白棋应该只能点。就放。再来就下边了。感觉上这个可能会搬掉。可能不一定搬得到，那就直接把这个挡住。这棋也有可能把这个挤的先挡住。白棋搬走，这样好像也不赚。这盘感觉黑棋收官也比较难收一点。看着又跟着紧张了。怎么感觉黑棋地盘挺多的？黑棋就是靠着这个肚子的实力在撑。我个人认为黑棋这盘官子白棋的，就是按点不到的地方肯定比黑棋多。就白棋还有一些会成长的，我们没有点到。举例来说，这边其实黑棋这边这块棋，我们乍看之下好像会有蛮多地的，
他立了一个。哦，立是先手。他如果我刚刚直接用搬的话，假设下成这样，白棋这边要补的话，肯定会补在这里，直接把这边的味道给补好。那如果你要这样下的话，如果你还是补在这里的话，我就不用冲这一下，因为你冲完这边自警气嘛。这边可能挤完本来是长这样，那我不冲，我这边暂时就没有气。对。那如果你挡的话，我可能之后这个挡还有点先手位。我先断掉。断掉。小吃。就是我刚刚讲的白棋，其实暗目比想象中多，就是因为，这个棋你看被吃掉了嘛。那我们看一下，白棋的下一步，这个夹好像挺大的，还有这个跳。现在开始比收官了。感觉很接近，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白棋。哦，是这样子哦。我觉得黑棋木数蛮多的。好，所以王伟站白棋，那我站一下黑棋。啊，白棋跳了。猜测一下冠军夺主。哎，这个跳真的很大。哇，他们现在用时都还用不到读秒。其实我觉得我在想时间应该也快了吧，现在4:15，2点40，我们其实也过95分钟。对啊，只是双方时间咬得很紧。对，那接下来就看谁官子更胜一筹。这盘控时就控得挺好，到官子留一点，然后该补的也补完。白棋这里应该是完了，可是这边以后被爬一下，还有一个交刺，不是很舒服。这边怎么收官比较好？黑棋要下的话，肯定还是捡这个吧。但白棋如果是轮白棋下，白棋是不是可以夹进来？夹要夹下面一点，然后再爬回去。往上长，再爬回去，感觉很大。也有可能夹这个，就夹这个也比较简明，夹这个好像，然后被弃掉那一刻就挤一下再夹住，但这边好像还有个冲。哦，他挡住了，挡在这里。这样不是有一个点？点这样不是有这个吗？个点？哦，对，这个点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手段，不过暂时没起，白棋就顶住，要渡过去。就渡过，但是这个渡是后手，对，暂时还是放着吧。下一步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个挤了再煎掉。我自己收的话，我可能会把这收掉，就是挤了再煎在二入。收完剩10分钟，要全部算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挤了，好，希望他挤了会再挤，挤了一下，还在就直接接着。应该会再挤，因为被团应该不是很舒服。不打算挤。不想被黄伟说中。不过
大同小异。还是很想挤。他最后还是会挤掉吧？他不挤这不，挤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就是想留着有这边哦，挤了会被糊嘛。那这个以留后着斑吗？以后这个团可能就没有选手。斑。对，如果你哎，想挤，挤了。哦还好还是挤。我们刚刚应该算一下猜对几手。那糊的时候再煎，应该会这样吧。我猜是用贴的，那还是跳吧。跳完我猜白棋会拐在这。好，我直接预测下一手，那边。那边就先搁着。哦，两边都有空间。对啊，黑棋局部一手棋也不太好下的样子。那这个拐一个黑棋也是不是很舒服。挡了，挡住了先手吗？好像还是有个夹了挤，好，就挤着。挤的，所以完了，再往前挤，这个黑棋应该也是会补一手。最后补在哪呢？在地。好，那补在这个力呢？这个角上以后还有个手筋，可以把白棋的底破掉一点。左下角还有个手筋。啊，白棋回来拐了。左下角的手筋，我看看。这个官子手筋。直接冲的话就被挡住。你是说要用夹，然后可以打结？对，用啊这个然后再叫吃。好了，白棋实战回来拐到这个了，好，还好。那黑棋现在左上角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收好了。感觉是不是就尖啊？尖了再并一个，我觉得。尖完并。我在猜，可能会尖完并，或者左半边先爬一下，爬还是跳？但反正官子确实不是很好说。这边我也觉得这个很大。这个吗？这个感觉会先放着。帽子脱掉了。感觉黑棋好像贴不太出来一点。应该双方快要进入读秒了。哦，这两颗好像以后黑棋还有可能把它吃掉。因为这个团有先手嘛，那这个挤中间只要冲了粘起来，这个一挤就死。所以中间黑棋还有点看不到的一些权利。棋位应该也是在看左上角这边要怎么收官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等他们一下。我看起来赛场很多棋手都比完了。对，那因为直播的关系，所以他们旁边是不能有人围观的。其实棋位我感觉有可能
应该还是不太可能，感觉还是会想把他下完。但我感觉奇瑞想投降了。咦，是吗？他这盘没什么拿出小卡跟球球，对，可能是因为没有把球球拿出来。对，我觉得为什么不坚持收完？可能还是会收完啊，但是收的很不舒服。哦，因为以职业棋手来说，如果我知道这盘棋必输了，就相对来说收的心情会不好，每收一手都很难受。对。好好，哎，白棋读秒了，这个我知道了。你看出来了。白方简静婷进入读秒，对，黑棋不知道。黑棋应该还有一点时间。搞不好刚刚常考就是要把官子全部算完，然后那个读秒最后一搏。你看棋子有点凌乱，开始急了。10秒还是非常。好，搬这个打吗？应该是会打。只是左边这边白棋，黑棋不知道是要用爬的还是用跳的。劫财。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剪掉，他都还没剪。不过剪完的可能就是要往上面再下一手棋。啊，棋瑞还有一点时间。我以前比赛只要读秒，我也会抓一把棋在旁边，感觉比较好拿。这个有点高低落差。搬，哦，这是用搬的。啊，这应该有点陷阱吧？不过，哇，因为现在10秒。哦，原来挡的话是可以下在这里哦，然后就可以吃这颗。没有被骗到。没有，这棋尖的。哇，在这。好像。他们读秒，我们也很紧张。把这吃。好，叫吃通常是一定会把它吃掉，不然应该就不会叫吃在这。感觉现在也比较急耶，他那个读秒也都直接吃。我以为他会等到8再把它吃掉。没有。天哪！把它粘起来。扑。不掉。粘起来吃。这边还有一个白的，补一个。好，这左上角到现在都还没什么人要开自手，就双方都放着。看起来很大呢。我自己是会尖的并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可能觉得尖的并应该也不大。这个下面还有一点先手。哦，刚手速很快，丢了哪一颗？是不是还没投降？嘿，他刚手飘。好，他碰这个。哦。挡住。他是把小球收起来了。白棋粘。黑棋应该会粘吧？冲一下。金婷都只是先接时间。哦，他不是用尖的，用的挡下去吗？2、4、5。
挡了。然后白棋应该会半年，半年或是力，那这两个应该哦，用力的跳。跳的话，这边有一个，以后有一个挖，白棋现在应该会回来把左边吃掉吧？左下角这个五目棋给它吃掉。好，先点一下。五目的话，这一步棋有个，不过这个棋呢，如果是熟子法的话，右上角有一点差。这个棋如果是右上角这个双活的话，黑棋只要184就赢了。哦，这个吃掉。6目，我在猜黑棋可能下一步会挡住。黑棋刚刚上一步下的。黑棋吗？对啊。哦，感觉奇瑞手速很快，他粘这个，然后又粘了这个，粘然后吃，再粘。对。脚吃。10秒有这么快吗？差不多，10秒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冲，那就挡。我感觉白棋会回来煎这个吧。你现在搬肯定黑棋跟你拼命跟你打劫。15万是谁的嘞？好，白棋团了，黑棋是不是要自己补一手？上面嘛补，我不知道是不是交吃一下，也是接着时间。就粘。不冲，还用搬的，对，还用搬。骗了我们李轩老师。对，被晃到了。白棋应该会补吧？应该会补。看有没有补。就搬。就搬。搬完这个黑棋应该交吃年应该都是必然的。他想冲了。好，冲一下。快要结束啦，大概在5到10分钟。拼了一下。哇，所以等下会有一个金色的牌子吗？15万的牌子吗？应该会有一个看板，对。看板。15万的板子。到时候我们再。应该是教吃吧，对。然后铺一下。铺。先手便宜。这边都还没有补到。铺了。对，就是是一个常见的，然后黑棋是先手提劫嘛。大概会变这样。白棋打不赢这个劫，所以应该会粘起来。熟子法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撑劫收后的这个问题。对，这个一定要，因为有些人是不常收后，白棋还想打劫。哇，吃，提劫，打吃，然后提回来。白棋挖。中间冲了一下。这黑棋找这个劫材都非常舒服，都是先手一目，然后又带劫材。白棋应该还会再打一下。这边应该还可以再冲。他这样会不会他直接粘劫比较好？因为没有这个白棋感觉还是想要耗掉黑棋一点劫材，这样在后面搞不好就是黑棋可以没办法承劫收后。白棋，但是感觉白棋终究还是要把它粘起来，应该这个劫是打不赢。感觉对啊，黑棋的劫材还是蛮多的。铺了一下。好，铺这个。粘的再提。
那白棋应该还是扑了，然后提劫，扑一下。扑了，点的话劫财多一点，以后还可以再扑了扑进去。好，下一步应该会粘起来，希望不要打脸我，我还是交吃而已。但我感觉金廷右边好像亏了不少。这个吗？对，感觉印的有点问题，被铺进来被吃掉。吃，好，白棋终究要粘吧。哇，今天第一盘跟第3盘都很精彩，这个比较激烈一点。6目。好，连起来了。白棋现在都不敢一直盯着。这个2目。白棋应该是交吃走一手，看是尖还是急。冲了团，这个冲还跟劫财有一点关系啊，所以在下先手的时候，因为是数指法的关系，所以这个劫一定要劫财也很重要，然后白棋会团到这个。白棋应该最后会收到这个一幕。好像是单关还有升级边。好，我感觉黑棋是铁了心要看有没有办法趁劫收获4个。白棋先提劫，白棋扑，提。会不会奇瑞靠的？哦，真的很紧张哎。哦，还是提这边。奇瑞好像是不是？哦，一样。要粘劫财了。好了，就剩当关了，对吧？对。当关。目数上是。结束了。那右上角这一个呢，比较特别的，正常官子的话，双活是1人1个嘛。那刚刚有说规则是184.5获胜。那现在184.5，因为这边是1人1半，所以这个黑棋会变成184就获胜了。40、50、60、70算值，紧张哦。好像184。哇，还184。对。
我不知道，我出一点，好像184最后的话就会黑棋靠着那个双活。紧张了，15万是谁的嘞？哇，184，对，哇，哇，精彩了！最后奇瑞好像靠着右边，黑棋陈奇瑞184胜，因为右上角有双活。对。哦，我们的连霸，对，我们的奇瑞连续2连霸。来，恭喜奇瑞！哇，辛苦了，这一哇，这个盘是很精相当的彩惊险啊！对，最后我觉得右半边，可是最后定停这边感觉印的不是太好，这边扳的时候最后虎了又粘起来，中间这2个还是被吃掉，我觉得局面就拉近很多了。晚上怎么走呢？没有这颗。对，扳的时候自己这样补，退缩一步，感觉还是怪怪的。最后的关子题。对啊，这边最后静婷是出现了失误。那怎么收比较好啊？看，他用扳的。其实最后挤的时候这边是有棋的。我如果就补一个，这边黑棋有办法杀掉他。这个是2个人1人1半。不是也杀不行，不能上掉。不过这盘我觉得前面感觉布局应该都还是静婷比较占上风，到最后的中盘这里，感觉这哇就差那么这样是差几目？就是输半目。输半目啊，对，输半目。而且黑棋其实是靠着这个双活，哇，这个晚上睡不好觉了。对，这个一输下去，不知道有没有第2名。带静婷去吃好吃的。对，不过你看静婷就算是输完，其实她的表情，赢跟输的表情其实好像也都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对。哇，奇瑞感觉松了一口气。那哇，这盘棋真的很精彩，然后最后以这么些微的差距获胜。好，那我们这一盘就看到这吧。最后很恭喜奇瑞可以在2025年的这次五调子杯拿下高端组的冠军。好棒！那各位棋迷朋友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谢谢大家。我可能不能跟。哦，所以我不要，你不要搬，你要帮我打就下来。没有啊，我就用票。哦，你说你别跳。因为那个。那手跟抛谁？但这边谁那个场？我那个场。哦，确实应该。我本来以为。不长的话，你这。我看超忙，不知道怎么办，看看但我感觉应该。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你撞我怎么办，所以。哦，哇，很脏。还有那个早就放在那里，要给它煎的，然后很脏，那就很奇怪，3块4块。帮我184掉。然后后面怎么样？后面开始。他因为怎样？感觉一开始应该黑的好吧，但是后来下。哦，我们在这里啊，小幸运。别好啊，慢点。这边。大家就会你要补吧，最后我要补，半年这死棋。大炮那个好大。对啊，因为你不要砍啊，砍掉啊。为什么要补？哪里？我知道哪里。哦，这边啊。哦，因为我看错，他看错，一起看错。没有啊，这边，我帮你放开，就中间那边上面会有一个标志。对。然后下来就看到了。那伟哥，他不会被你追啊？我输了。他不会跟你输。老爸还在录音。
有3个人要对你讲，我可以帮你讲。你说压我？一定输。他压你。对，我压你。在等会我们直播的时候压对。想怎么办？我有先问我好，可以啊，我觉得。我现在看到他报那个假的公斤呢？哎，他那时候不好吧？他不知道，我以为他会不会给哪一首？点脚，就点那个。对啊，不是啊，我是搬什么旗，我就应该接你。不是他点。点了，后一个点，我讲可以吗？没有啊，点到下一个的时候，点的时候。不是，我搬到是谁？哦，那其实说啥？你这个点文太奇了。啊，所以你没看他飞，我本来想摆烂，但我看太假不行。真的是传他监狱，我真的。最后不是那种你搬，然后他尖，然后你抢他点。然后你不是卡在那里，搬一路哦。哦，对吧？没有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他根本随便下吧，他实在一直亏到最多，他随便下。而且他最后走，他不要走，然后反过来。真的，我在里面说，而且我还是很怀疑，我不看书，我确认了2遍。哇，那。哎。你知道回台中？没有。我跟我女朋友说，我要叫你起吃饭，我要7、8点。
在前面就坐。我们可以现在全部的位置都空着了，可以在前面找个位置就坐。然后得奖的选手请坐在前面第一排。来，各位往前移动好不好？来，各位往前移动好，我们亚中实业的吴董事长亲自到我们现场来，就是为高段选手加油打气，顺便要颁奖给这高段组的选手啊。那尤其是会揭开今天的神秘开箱礼哦，会给前3名的选手。
们等一下高段组呢会先从第9名搬到16名，然后第2梯次的才是从冠军搬到第8名哦。然后我现在很好奇的是，1、2、3名的选手，你们猜得到你们的开箱礼吗？神秘开箱礼加码的，有没有人猜得到？猜不到，好，等一下就会揭晓了。请问他们的资料奖金那些都准备好了吗？在路上哈。吴董事长，我们等一下先颁发是第9到16名的，然后再颁发的是从第1名到第8名，然后最后3位我们会特别的那个留下来颁发那个奖，然后依照往例哦，我都会对这16位棋手进行访问哦，好。好的，我们先颁发高段组第9名到16名的。好，恭喜我们第9名是郑宇浩，第10名陈燕如，11名钟承恩，12名施景瑶，13名陈天成，14名陈义峰，15名李维，16名王志宏。我们请吴董事长来我们高段组的人颁发奖品。吴董事长。好，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第9到16名，我们还是请周君勋老师先颁发，因为等一下吴董事长会跟大家一起拍照留念。恭喜我们高段组获得第9名的是郑宇浩，第10名陈燕如，11名钟承恩，12名施景瑶，13名陈天成，14名陈义峰，15名李维，以及16名王志宏。好，我们请这9到16名的选手跟我们周君勋老师跟裁判老师共同拍照留念。等一下往后站好，我们先往退一步哦。好的，我们现在要颁发的是冠军到第8名的。等一下，最后的流程就是冠亚季军的另外颁好，我们恭喜高段组获得冠军的是陈其瑞，他是连霸了去年的冠军得主刚才竞争得很激烈第2名简静婷第3名赖佑成，第4名卢义全，第5名赖君甫，第6名蔡云哲，第7名林世勋，第8名牛施特。我们前8名的奖就由我们吴董事长亲自为大家颁奖好，我们恭喜冠军连霸的陈其瑞。好，亚军简静婷，季军赖佑成，第4名卢义全，第5名赖
赖君福。第6名蔡云哲。第7名林世勋。以及第8名牛施特。我们先请吴董事长站中间，跟大家先拍个照。我等一下会进行中间啊，来，周老师，吴董事长站中间好。后面的是不是站到前面，往前移半蹲？我们跟吴董事长先拍照。前面站到前一排半蹲，对，半蹲跟我们吴董事长一起拍照。刚才你们怎么站就？好，半蹲哦。高段组真的是非常难拼斗出来哦，真是非常不容易哦，非常恭喜哦，恭喜我们高段组这些前16名的得主哦。好，接下来吴董事长要为我们前3名的特别，没有他不说话，来特别要来进行这个开箱礼啊，来开箱神秘礼，你们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好，最新3个都一样哦，最新的那个 iPhone 手机哦，价值4万2，来直接开箱给你们展现出来，对，展示出来。除了奖金之外，前3名真的是幸运儿哦。前3名麻烦请站到台前来，这里这3位来，我们吴董事长比较好颁发，对。吴董事长开箱礼哦，非常价值非常珍贵的哦。没有那个信封不用了，对，直接拿那前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简静婷。好棒的开箱礼啊，价值4万2的。好，再接下来是要颁发给我们曾经拿过冠军的赖佑成，还要特别恭喜他，他马上就要新婚了。你不是要我们替你做广告吗？对。马上要结婚了，来，这3位来跟吴董对。我们谢谢吴董事长哦，他这么大方。来，等一下，他们受访问，他们可以坐下，对，先站起来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要先请我们的冠军得主来，吴董事长，我要听听他们要先对你说什么话。
好，我们请齐瑞讲一下。太谢谢吴董事长，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下五雕之杯吧。因为8月也是我们就是7、8月这个阶段，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比赛可以下，所以刚好来下这比赛，刚好训练自己，然后而且奖金非常的丰厚，然后特别今年还送了一个特别好的奖品，太谢谢吴董事长了。好，你要怎么？下一次你是不是准备还要继续啊？当然有机会就会来参赛吧。对。好，我们感谢啊，我们谢谢恭喜啊，齐瑞再一次拿到这一次的冠军了。那我们请那个刚才以半目输的这个静婷啊，来发表一下感言吧。就是非常，就感谢吴董事长那个赞助那个无雕之杯，就是因为那个其实职业能比跟业余一起比赛的机会就非常稀有，对，就很难得，今年刚好那个就有空来参加这样子，对。那你今天拿到这个奖，你是觉得很遗憾，还是觉得很开心？还是又开心又遗憾？是稍微有点遗憾啦，对，但还是蛮开心的。蛮开心的，那就好。那下次再加油哈！我们在场的很多人都对齐瑞这边，这个要准备要连霸的，这个好像大家都很有不同的想法啊。对，所以小心一点哈。OK， 我们谢谢静婷啊。好，现在我们要开始访问曾经拿过冠军，然后也即将担任这个已经当新郎官了，对不对哈？来，是佑成发表一下感言，你是业余的哈。是。那首先当然还是要感谢吴董事长嘛，对啊，可以办一个这么好的比赛，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职业的老师们同台。对，虽然说真的是非常难下，对，然后还可以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场地，对，然后包含我们的吃饭啊什么的都，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对，这是一个全台最高规格的比赛了，对，所以我觉得除了感谢，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另外再讲的，对。有。他要结婚哦，那我对我们家我的下一代的要求都是，结婚以后生4个小孩，目标啊，这边这个生3个，然后要生第4个，他太太说你找别人生吧。找别人生，你听到吗？不过他们家有3个都不错，最少要3个了，好不好？目标放4个。佑成有信心吗？你要升到第3个之后，告诉我有奖。第3个有奖，又是开箱礼哦。有奖。哦，加油！他都是给送房子的，对不对？啊，不懂。玩笑开到，不会啊，不会啊，真的有勇气吗？我们公司是结婚加1次薪水，生1个小孩子加1次，生2个加2次，生3个加3次。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有一次尾牙被灌醉了，他说生第4个怎么办？我说生第4个，公司养到大学毕业。哦，我可以跟各位讲，没有那个勇气了，现在还没有人能拿第4个的。佑成有没有勇气？我为了目前是没什么勇气了，对。我觉得我可能要先那个，就是先跟老婆商量一下。对，商量当然是一部分啊，就是另外就是可能要想办法先转职到这个董事长的公司。双胞胎2次啊，董事长已经开口了哈，双胞胎2次就有4个了。好了，我就是努力，对，努力看看。
啊，是不是他也比照你们公司那个说，养孩子养到那个大学毕业？好，有。好，大家都在场都见证。谢谢董事长。好，谢谢啊。好，我们先那个董事长可以那个我们要听听其他人哦，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感言哦。我借这机会哦，来，我们是不是从第4名卢玉泉在哪里呢？卢玉泉，对，来，一泉来，你说一下吧，发表一下感言。他也是曾经拿过冠军的吴董，跟您报告一下。在7位前面就是他。对，当然先感谢吴董事长，就是举办这个无调制杯。那无调制杯，我感觉就每次比赛的时候，就环境就很舒服，然后，就整个，就平时我们比好像职业赛也不一定会有这种好的环境，就对很舒服这样，对，就不错。谢谢玉泉啊，要努力。啊，没有，是因为吴董对，才会让我们想起一定要让这个场地是要非常舒适，然后才对得起吴董，你们知道吗？因为企业一定要共同的努力，这企业界不容易这样子的赞助，对我们一定企业一定做最好的表现哦。也希望在场人都一定为我们台湾发光，真的，这是对得起他最好的表现。对啊，不过大家都很努力。谢谢，好，那我们要请去年的世界冠军哈赖佑成赖君福，对不起君福，对不起君福。去年吴董就一直提到你，对啊，我说你12岁就来比了，对啊。非常感谢吴董举办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这2天下很多棋，然后感觉过得非常充实，就非常谢谢。啊，君福。明年对，继续。我想一下。想一下。有点累。有点累啊，真的吗？对啊，我们要想办法继续比得更好的成绩，如何？对。我会继续努力，谢谢吴董。你会对君福说几句话？他从12岁就那时候，对呀，很棒啊，对啊，感谢君福啊。来，我们林世勋也是。世勋也是每一年，不对，接下来是云哲，对不起，叫云哲来，云哲，喂，你说一下，对啊，吴董今天亲自在现场了。首先谢谢吴董每年都举办这么优质的比赛。那我是从高雄来的，所以这比赛办了10届，我印象中我应该有比了，应该有8次吧。那今天应该是我印象中最好的成绩一次，就是第6名。以前最好只有第7吧，或是第10几。可是这次真的表现不错，对啊。谢谢。好。所以要是以后有机会的话，会继续再来挑战。好，太好了，谢谢云哲。那我们来听听世勋呢，来，世勋也差不多每一届都有来参加这比赛，对。那当然，首先还是要感谢。那最近几年我也都有来参赛，然后也是看着环境越来越好，那规模越来越大，那对手也越来越强，对，那对手越来越强。对，虽然参加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站在前2名过，所以希望未来还能再来挑战。在这里，对啊。对，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挑战。好，谢谢世勋，加油！好，再来是施特嘛，有施特，来施特。吴董好，谢谢吴董办这个比赛。对，我好像是升职业之后第一次比这个。升职业之后第一次比，那你的感觉呢？刺激、紧张？蛮好玩的，而且蛮好玩的。感觉跟那个世间赛的预选赛已经差不多难度了，我觉得。有吗？真的，要够多高手，我感觉。很多的高手哈，对啊，是真的。因为我们都觉得很难比的样子，对，是下一次有机会再来挑战，好吗？好，谢谢施特。好，我们第9名的郑宇浩，这个是年纪最小的，职业骑士。
几岁？宇浩，12岁。你可以说吧，说给吴董。谢谢吴董办这个比赛，场地很豪华。他很害羞。对，跟吴董说，你希望明年拿第一。谢谢大家。好，你好可爱哦。好，再来是我们燕如啊，陈燕如。对啊。首先要谢谢吴董，同时也要感谢在座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辛苦了2天陪伴我。没有，是真的，燕如是真的很棒的人，对，很优秀。他差点要去大陆当职业骑士，但是他觉得在业余还是可以先玩一玩，对不对？是。对。还有待磨练，看今天的这个名次就知道，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空间。是啊，会，燕如加油，他都从来也是我们代表，也是业余的顶尖高手。是啊，你今年有没有觉得最可惜的是怎样？第一盘就碰到顶尖高手，是吗？这业余最强的2个就对上了，对。是碰的有点早，比较可惜。对。没关系，我们再加油。对啊，下一次好吗？好，谢谢啊，谢谢燕如。好，紧接着我们是陈恩啊，这个也是去年我们业余的代表里面呢，来。感谢吴董事长10年来对围棋的大力支持，然后也感谢各位裁判老师这两天都辛苦了。那我在这边有个小小的提议哦，那我看前面的人都没可能碍于身份没有提出来，就从沾一点上职业之后，感觉每一年都被职业的给包揽了，感觉手和可能要对业余的再稍微友好那么一点点，就我是这么希望的。哦，好。这个我们纳入考虑，对，因为我们职业的可能也不以为然，是吗？这常常都会是在纠结当中，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挑战到，你看看今年佑成已经站到这里来了，佑成有没有信心明年把第1名拿下来？有，听到没有？我有勇气哦，对啊，就跟他学习，对，好，谢谢陈恩。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施景尧来，景尧也参加过我们几次嘛，对不对？好，那个一样，首先谢谢吴董事长举办比赛，然后因为就如前面有人所说，7、8月就是没有什么职业比赛，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次职业跟业余一起来比赛来磨棋，那我也透过这次的比赛了解自己很多有不足的地方啊。回家再改进。好，非常好，我已经听到了，他这个有努力的空间，然后下一次希望再挑战，是吧？好，我们陈天成哦，你是第1次站到舞台上来，对不对？好，来。非常感谢吴董办这个比赛，让我们有更多跟职业交流的机会，因为平常都对不太到职业，这个比赛可以让我们跟职业一起训练，我觉得非常好。谢谢吴董。天成，你现在几岁？吴董在提问。11岁。11岁而已。对啊，加油，真的很厉害。对啊，能够站到这前16名。好，你听到了，吴董希望你13岁的时候把他们给前面都一起拿下来，好吗？好，加油。好。谢谢吴董。要加码，吴董要。他们说吴董要加码，哈，加油！如果13岁他把他们干掉的话，好，再来谈，好 ，OK， 好，再有开箱礼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问一下，访问一下陈一峰。谢谢吴董举办这个比赛，然后我可以跟很多高手磨练，然后发现自己很多的不足。很棒，对啊，一峰是第1次站到这16名，应该是。对啊，也是很棒，你已经在进步了，下次再加油，好吗？好，谢谢。接着我们要请李维来，李维也是常常来。谢谢吴董的支持。那这个比赛真的对职业老师也是很辛苦的比赛，我自己下起来就是很累，所以今天
拿了15名，其实也算不错了啦，其实。所以不错，对啊，很棒。之后会应该会继续来挑战这个比赛。对，好，名字再往前一点。对，加油！对啊，李维老师每一次都是很兢兢业业在比赛，希望再一次加油。好，我们现在请王振宏老师来。谢谢吴董事长办这个比赛，然后我应该是第一次上台，然后希望之后成绩可以再往前。再往前，你第一次站到台上来，所以都是叫做进步了。所以明年再继续挑战，好吗？对呀、我相信一定会有一天让你挑战成功的，好吗？好，我们非常谢谢这16位的选手啊，我们是不是大家在一起拍照？我们在拍照，然后等一下做一个结束的 ending 啊，谢谢。对，就选手拍照了，哎，那个个子小的来站到前面，你们是不是很自动的？请问选手们，吴董在提问呢、选手都很年轻，是不是都没结婚，还是有已婚的？还真的没有已婚的。都还没有。你们没有，都还没结婚哦，还是有隐婚的，隐婚就结婚不告诉你的。有可能，我们私下探听一下，看看有没有隐婚的，还是藏起来了。辛苦了，辛苦他们这些高段组的选手们，很辛苦。好，我们再一次的恭喜恭喜各位选手，恭喜，也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吴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执行副总吴木勋先生，谢谢。奖杯要装盒子奖杯，你们的奖杯有盒子装，你们的琉璃奖杯。